别人穿越古代都是当皇子公子，我却穿越成了一个土匪，而且还有个人要砍死我。小逼崽子去死！刚穿来就送人头，这开局真行啊！丁，检测到宿主，干死亲哥，绑定领主系统。系统。突然一段浩瀚的记忆涌入齐海脑袋。大前皇朝，平行世界。我刚刚干掉的是这具身体的亲哥哥。呵，亲哥为了攀附官府拿军功，竟想把亲弟宰了送礼，连自己老婆都要送给清风寨当玩物，你他妈也配叫人？我操！等等，你想杀我，那我暂时借用你的身份，不过分吧？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哈。记忆里，虎头寨实力孱弱，县令与清风寨勾结紧密。齐海迅速扒下齐云的衣服换上，将尸体拖进密林掩埋。特工的谨慎让他没留下半点文件。齐海推门进屋，烛光下，一名女子快步迎上来，眉眼温顺。齐云的妻子任思思微笑地迎上来，夫君回来啦，来洗脚脚。齐海被他推着坐坐，鼻尖萦绕着淡淡的皂角香。很快他就抱着一盆温水放在他脚边。齐海的鞋袜全被任思思脱下，双脚被任思思轻柔地放进水中搓。这服务，齐云这孙子挺会享受啊！任思思右手背在身后，手中拿着一把剪，抬头看着齐海的眼睛，对着齐海的嘴吻了上去。卧槽，上来就整这么刺激的！齐海为了不让任思思看出破绽，顺从的就要闭眼，谁知眼角却瞥到了一抹寒光。紧接着任思思右手探出，剪子距离齐海的咽喉只差0.01公分的时候停住了。娘子，玩刀危险哦！畜生，把我送清风寨当玩物，还想装深情？我是齐云那孙子的锅啊！因检测宿主在虎头寨寨主房签到成功，奖励手枪 X1 含子弹100枚已发放。手枪妙啊，这系统比准时宝还快啊！就是只有100枚子弹够用了。娘子，这玩意儿危险，不如咱玩点别的。畜生，我要杀了你！再不乖，就把你绑起来，听好汉歌循环播放。放心，以后你老公我罩你。嘿，明天就是给清风寨交粮的日子了，你打算卖老婆还是卖弟兄？等着，马上让你心服口服。你要表演胸口碎大石？看好了，砰！夫君我啊，偶得神器，你也看到威力了，连坚石都能轻易粉碎。你觉得以清风寨那群肉体凡胎能挡得住吗？所以你不会把我送出去了？前些天遇见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说我如果再做坏事就被雷劈，命不久矣。所以啊，从良了。清风寨的二当家邹兴带着几十号人以及从其他山寨收来的供奉来到虎头寨门口叫阵。齐海站在门楼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清风寨的人，身后一众弟兄死死盯着他们。哟，没想到我这小小的虎头寨居然会引得清风寨二当家大驾光临啊！哼，少废话，要么交粮，要么交女人。呵呵，弟兄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清风寨的二当家狮子大开口，要咱们的粮食，女人能忍不？不能，干他娘的！剧本里没这段啊！拜拜了您嘞！愣着干嘛呢？周俘虏抢货物啊！大当家的是神仙，会放天雷；当家的，您那闪光棒还有不？给我也整一根！哈哈哈，发达了！今年不用喝西北风了，能顿顿啃羊腿。你回去转告你们大当家装强，想要这些东西就亲自过来。另外，你如果敢透露邹兴的死因，不敢，小的发誓，小的嘴比裤腰带还紧。滚吧！谢仙人，谢仙人。庄强正在大厅里跟清风寨的其他头目喝酒吃肉，那被齐海放走的小土粉连滚带爬的冲了出来。大当家不好了，二当家在虎头寨被雷劈死。你说什么？其他人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让齐云把一起去的弟兄们和收来的保护费全都备齐了，他们还说想把保护费要回去，等您亲自去。老三，清点人马，老子这几年不出山，真是什么东西都敢来挑衅老子了。所有人全部出动，血洗虎头寨，为二当家的报仇，救回被俘的弟兄们。龟儿子，你庄强爷爷来了，还不赶紧下来受死！弟兄们，把标语给老子亮出来！看着横幅，庄强一脸猛地看向其他人。他上面写的什么话？好像是骂您是条狗。嘿，他妈了个巴子的！弟兄们，破门，随我冲进去，男人一个不留，女的全抓上山当消遣。听到庄强的话，齐海直接拿出手枪瞄准了他的脑门，随后视线下移瞄准了他的胯下，下一秒，砰的一声枪响过后，庄强惨叫着跪伏在地。大当家无敌，大当家是神仙。妖怪，他会妖法，肯定是妖怪，逃啊！见清风寨土匪们要逃，齐海邪魅一笑，一挥手，路两旁的草丛里窜出了数十个虎头寨土，将已经丧失反抗想法的清风寨土匪们全都抓了起来。
齐云，我要杀了你！中气挺足啊，就是挺吵的，算了，还是杀了吧。杀了我，县令大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来了，早就通过原主记忆知晓了清风寨跟县衙有 PE 交易，但是不清楚县衙内部具体是什么情况。送上门来的情报库，不用白不用。呵呵，县令算什么东西？我分分钟灭之。呵呵，县令手中可是有足足1500名府兵，每一个都比你这虎头寨的土匪强得多。你一个人再强，能敌得过他们那么多人？孙贼，把老子给放了，老子还能跟县令大人求情，让你死得痛快些。哎，果然是条狗，听不懂人话，算了，疯了吧。庄强已死，清风寨现在归我齐云了，你们谁有意见？老大无敌，大当家的牛逼，大当家的，人家要给你生猴子。哪个说的？拉出去，脱光裤子，绑起来，吊树上去。夫君，你也太厉害了，居然这么轻松的就把清风寨给拿下了。哼，那是你老公，我是谁啊？齐云，齐大当家的，天下无敌，好吧？喵了个咪的，等把县令给解决了，老子一定要用回真名。哼，吹牛，不过我喜欢。那娘子是不是？大胆齐云，见到我们竟然不出来迎接，是想要让我们带人破了你这虎头寨吗？我说这觉怎么睡不安生呢？原是有狗叫啊！嘿，我不找你们的事儿，你们还自己送上门而来，那就都留下吧。放！不好，跑！齐海，你……那一队衙役连反应的时间都没，直接被乱箭射成了豪猪。那衙役队长到死都不敢相信，先前还对县令卑躬屈膝的齐云，居然敢对他们放箭。小的们，本大爷现在要去干一件大事儿，你们谁愿意跟我一块儿去？看来你们都想去，那就跟我走。出发，目的地县衙。大胆！一群土匪竟敢擅闯县衙，来人，给我拿下他们！哈哈哈！没想到占领一个清风寨，系统竟然给我奖励了一把无限子弹的加特林，爽！太特娘的爽了！孙贼，你不是挺狂啊？叫啊！大人，神仙大人，小的知错了，小的真不知道您是神仙下凡啊！求神仙大人饶命啊！我家上有刚出生的小孩，下有80岁老母，求求您放了我吧！呵呵，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有什么要忏悔的，跟我的大慈大悲加特林菩萨说去吧。弟兄们，从现在开始，这临泉县就是咱们虎头寨的地盘了，咱再也不是什么土匪了。大声告诉我，你们是什么？大土匪。现在咱是有正经身份的了，我是这临泉县的县令，你们就是我手底下的衙役，听懂了吗？听懂了。那大当家的县令大人，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呵呵，开庭、额部、升堂审案。注意看，这个土匪头子攻下县衙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烧杀抢掠，反而是打开多年没有开启县衙大堂，审起了案件。齐海坐在堂上，众土匪站在两旁，堂下却空无一人。老官，我不是让你去把狱里的那些犯人全都提出来，让我什么？啊，老大，县令大人，你来真的啊！你特娘的以为老子在跟你开玩笑，还不赶快去？官民不敢耽误，赶紧跑去了牢房。所有牢房皆已爆满，里面的人个个瘦骨脸窝深陷。官民走进了监狱。嗨，新县令上任，要重审旧案，你们跟我走。官民打开最近的一个牢房门，里面的人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并不再看他。官民眼一瞪，里面的犯人全都老老实实的站了起来，随后如同赴死一般跟着官民离开了。官民带着一众犯人来到了大堂，看着那些人，齐海眉头皱了起来。虽然攻占了县衙，但是系统还是没有给出领地变化的提示，这就说明县城跟山寨的占领方式不一样，应该是跟民心有关。但是我也没判过案子啊，走一步看一步吧。齐海咳嗽一声，堂下所有人直接跪了下来。齐海懵逼的看着自己手下的那群土匪们，不是你们跪什么？老县令大人，跪习惯了，下意识就……算了，你们全站起来，都别跪了，都起来！那群被官民带来的犯人脸上惊疑，却不敢起身，直到官民将其中一个人拉起来之后，他们才慢慢站了起来。看着这种情况，齐海眉头皱得更深了。我现在估计能确定了，这群人怂成这个样子，哪儿来的胆子作奸犯科？估计是被上一任县令当成业绩抓起来的。你们都有什么冤屈啊？不用怕，本官来为你们做主。齐海学着前世电视剧里演的判官开始断案，结果发现这玩意儿一点都不难。为什么？因为他眼前的这群人压根没有立案，连卷宗都没通过他们自己的名。齐海也确定了，他们就是被抓来填监狱。一批批犯人被解开镣铐送出县衙。
齐海看着他们离开之后，揉起了脑袋。一个老头笑呵呵的看着他，特娘的，跟闹着玩儿似的。嗨，这很正常。齐海抬头看向他，这个老头他知道是齐云的狗头军师赵岩，识字，见识也很广。听到他的话，齐海点了点头。确实，现在世道乱啊。县令大人，这是想要收拢民心。哦，赵老头，你有想法？嘿嘿，你可知那些老百姓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吗？齐海看着一脸奸笑的赵岩，直接拔枪指着他：“你这老小子，快点儿说，小爷没空陪你闹。”被齐海用枪一指，赵岩额头上的冷汗唰的一下就出来了，连忙谄媚的笑了起来。哎，别闹，嘿嘿，我说不就是了。赵岩凑到齐海耳边说悄悄话。齐海眼神越来越亮，脸上都快要乐开了花。好，不愧是我的军师，有2把刷子。弟兄们，随我来，咱们去会会这临泉县的富商们。齐海带着人站在门口，看着写着齐宅的牌匾，不屑地啐了一口唾沫。呵呵，什么档次？跟老子用一个姓！弟兄们，给我砸了！土匪们一拥而上，将齐家洗劫一空。这一天，临泉县几乎所有的富户全都被齐海带着大慈大悲加特林菩萨光棍在蓝虎的加持下，齐海压根没有受到一点阻拦。那群地主老爷全都老老实实的将自家财产、粮食送给了齐海。齐海拿到粮食之后，直接离开，在县衙门口张开袍子做起了布施。一时间，县衙门前被百姓们围得水泄不通。齐海在后面拿着纸喇叭指挥着现场，一个个面黄肌瘦的百姓排队等待着打饭。齐家议事厅，几个膘肥体壮却穿着粗布麻衣的中年人激烈的讨论着什么。该死，那狗日的齐云抱着个铁管子在我等家中横冲直撞，逼着我等将家产尽数上交，简直是欺人太甚。哎，那能怎么办呢？他手中那东西，咱们处之即死，你又招？我有一计。哦，说来听听。咱直接派人前往省城报信，就说怕齐云造反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咱该派谁去？李家家主一句话直接让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的家产刚被洗劫一空，家里的各种仆人、婢女全都卷得铺盖跑了，家里就剩下他们的一些亲眷，那一个个娇生惯养，谁能经得起横跨数十里的舟车劳顿？那你说怎么办？等死？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齐家家主看着那年轻人叹了口气，这是他的大儿子齐恒，干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好不容易给县令塞钱让他混上了编制，结果干了2天不到，嫌累又回来了。这会儿刚被齐海洗劫过，看着自己这不争气的儿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来干什么？滚出去！哼，爹，你小看我了，我也有一计，可是我们各个家族忧而复明。哇，贤侄你也有计？当然，我听说那齐云正在衙门口布施呢，咱去蹭饭不就得了？那些粮食还是他从咱们家抢的呢。所有家主全都一仰头栽倒在地上，齐家家主指着齐恒脑袋破口大骂：老子就知道你嘴里憋不出好屁，给老子滚！哎，先别急，贤侄那计策略显粗糙，但是也有可取之处啊。此物乃是我从一个云游神医手中求得的一味剧毒，常人触之即死，就算那齐云是天上神仙，喝下此物也必死无疑。注意看，这个土匪头子上任县令的第一天，竟然把县城富商全部洗劫一空，还开仓放粮救济全县百姓。谁知上面来人却将我定为了造反的反贼。齐家所有人将目光看着齐恒，齐恒哭丧着脸：我去还不行吗？商议好了之后，齐家家主决定让齐恒去实施投毒计划，因为他们实在是找不出能调遣的人了。正好当时齐海闯进齐家洗劫，齐恒不在家，齐海没见过他，更是少了一分被发现的风险。齐恒只身一人鬼鬼祟祟进入县衙厨房，将剧毒悄悄放入其中一袋米中，准备离去时，看到旁边的餐盘中竟然放着一只烧鸡，直接掰掉了2个鸡腿。希望直接毒死齐云这王八蛋，就是他害得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上，这烧鸡闻着真香啊！厨房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齐恒吓得爬到地上一动不动。齐县令真是的，大半夜的还要吃烧鸡，不过也能理解，毕竟刚刚夫人叫的那么大声，这会儿肯定饿了。完了，早知道这毒直接倒在烧鸡上了，这少了2条腿应该不会被发现吧？厨师离开厨房后，齐恒又趴了一会，等到没了动静，悄悄起身跑了出去。县衙门口，众家主知道齐恒投毒成功后，悄悄地来到县衙门口，准备趁机发难。齐海一出门，发现所有百姓都乱糟糟的坐在县衙门口等待开饭。关明去让他们像昨天一样给我排队，乱糟糟的像什么样子？嗨，齐县令说了，所有人都去排队，排好队一个个来，都有。一眨眼，门口乱糟糟的百姓已经排起了长队。看着逐渐减少的百姓，众家主君是焦急无比。齐恒，你到底投没投毒啊？这都半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可是把毒药都倒入米袋里了，会不会是李家主被骗了？这毒药根本没毒。你放屁！这东西我之前就用过，怎么可能没用？百姓们打完饭全部离去了。几个家主无奈正准备离去，齐海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身后。别走啊！你们既然来了，肯定是来吃饭的。我特地让人给诸位留了一锅，吃了再走也不迟。不必了，这些东西要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我还有事先。齐海掏出大慈大悲加特林菩萨，对着众人，一群捕快装的土匪将他们团团围住。怎么不给我面子？我让你们吃，这是命令，不是请求，都给我吃！众家主颤颤巍巍地端起米汤，迟迟不愿喝下。关明去，给我灌！
关明冷笑一声，拿起汤碗就来到李家家主身前，将米汤灌下后，李家家主脸色瞬间变绿，倒地不起。本想饶你们这群废物一命，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敢毒害我。关明等会带着兄弟们把这锅米汤带上，确保他们的家人每人一碗，全部喝完。好了，老大，我现在就带着兄弟们去。成王败寇，我齐家认了。不过你究竟是怎么发现的？让我做个明白鬼。来人，把我屋里的烧鸡带过来。看着盘中少了2个鸡腿的烧鸡，众人都是一脸迷茫，只有齐恒冷汗直冒。请杀手也不请个专业的，要不你们猜猜这烧鸡的腿去哪了？此时的齐家家主像是已经知道了缘由，一巴掌扇在了齐恒脸上。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让你去办事儿，你他妈还偷吃！齐恒不一会就被众家主打的瘫在地上。我齐家该绝于此啊！大人，我王家长子就在汝阳知府当通判，希望大人网开一面，放我王家一次吧。好，别说我不给你机会，这碗汤喝下去，如果你没死，咱们的恩怨一笔勾销。所有参与此事的富户全军覆没，被齐海命人扔到城外，一把火直接集体销户。一队朝廷的人马来到灵泉县，灵泉县外官道旁树林中，一队骑兵开道，中间是一个豪华的马车，王长文坐在马车中，马车后则是步兵队伍。来人，去看看前方在焚烧什么。一队小骑兵队伍脱离队伍，向着坟坑跑去。看到身穿捕快服饰的人在焚烧尸体，询问起了情况。大人，刚刚问过了，被焚烧的是城中中毒死去之人的尸体，县令怕有瘟疫，让人带到城外焚烧。城中有瘟疫，县令干什么吃的？这么重要的事不早说，还写信说一定要来他这看看。大人，城中并无瘟疫，是，没有就好，走，我们进城。王长文看着门口空无一人，面露不悦之色。这灵泉县令架子可真大，我都到城门口了，还不来接见？大人，我们现在去县衙。去什么去？先回王府。这县令我看他是不想干了。看着王府破败不堪的样子，王长文此时此刻是百思不得其解，满脸都是问号。可曾查清究竟发生什么了？禀告大人，此事，但说无妨，我能扛得住。大人，王家87口全因中毒而死，尸体已经扔到城外火化。王长文悲痛地跪在地上，泪水流出。给我查，明天天亮前，我要知道所有事情。夫君，听看城门的人说，今天可是有大批官兵入城，你一点都不担心吗？哼，不过就是惯例来巡查的知府手下，怕什么？我当上县令后所做之事，全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事，怕什么？夫君，你真棒！临泉县有你做县令，是临泉县的福气。那娘子是不是要奖励我？任思思红着脸，闭上了眼睛。齐海抱着任思思，便向着床上走了过去。注意看，这个土匪头子刚上任县令就被定为反贼，将前来巡视的官兵全部清理后，竟然没有逃命，反而指导百姓种起了地。王家正堂，王长文双目赤红，静坐在王家正堂。骑兵队长进入房间禀报：大人，属下已经查明，屠灭王家之人是新上任的临泉县令齐云。新县令？朝廷什么时候下条令了？我怎么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根教？大人，此人的县令是自封的，他本是山上的土匪，前几日攻占了临泉县，自封临泉县令。他抢夺城中士族富商财粮后，将他们全部屠杀。王长文顿时就是怒发冲冠，全军集合，我要杀了这逆贼！王长文骑在马上，身后是列好队伍的军队。王四，你的人控制住县门，若是放走一人，我为你试问，其余人跟我杀入县衙，我要将他们碎尸万段。王长文带领人马杀至县衙门口，却惊讶地发现门口齐海正襟危坐。正当王长文准备下令进攻之时，房顶突然出现一排弓箭手，对着王长文的人马就是一轮齐射。雕虫小技！你以为我大前的军队跟县衙府兵一样都是酒囊饭袋不成？所有人跟我冲！王长文在对冲锋，齐海提起加特林，捏住扳机，加特林冒着蓝火一阵扫射，将士们一倒一大片，直到没了动静，齐海才停了下来。切，还想杀我？跟我的大慈大悲加特林菩萨说去吧！来人，打扫战场！老大，刚刚县令大人，刚刚有兄弟汇报，有一群人将城门控制住了。哼，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走，咱们去看看。今日有我王四在此守门，你们这群逆贼一个都别想跑出去。就这么几个虾兵蟹将，还是不用加特林了，要不城墙塌了，还得找人来修。冲击县衙的逆贼已经被本县令全部诛杀，你们几个还不速速投降？不会吧，那可是200多正规军啊，怎么可能被几个土匪干掉？可是刚刚城中的巨响很不对劲啊，兄弟们，事情不是很对劲，你们先守一下，我去探探情况。王四快速朝着城外跑去，齐海的小弟此时已经打扫完战场，来到城门下。冥顽不灵，就拿你们几个练兵了。关明，你组织人手将他们几个全杀了。兄弟们，跟我冲！
城门下的官兵已经全部死亡，官民众人也是人人负伤。丁，检测到宿主占领临泉县成功，奖励强化版马铃薯种薯10万颗，强化版1月即可成熟，已发放。1月就能成熟的土豆，在这乱世，食物就是争霸的基石啊！赵岩等会不时告诉所有人先别走，我有大事宣布。刚刚经历一场血战的县衙，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城中百姓均是迷茫地等待着那个男人的出现。不多时，一群官兵装扮的土匪抬着几筐种薯来到县衙门口。乡亲们，我有一件大事宣布，我手中拿的是昨日神仙赐予的神种，1月便可成熟，而且1亩可产500公斤粮食。从今天起，大家再也不用饿肚子了。城中百姓均是不可置信的模样，更有甚者激动地向前挤来。大人，您说的是真的？那是自然，我何曾骗过你们？如果前几年有此物，我的妻女怎会饿死？我也不至于成为土匪啊。好了，老赵，别哭哭啼啼了，正事要紧，都不要挤，排好队，等会人人都有。此等神物等会儿我会免费发给大家，并且教导大家如何种植。至于报酬，当粮食成熟后，其中3成要上缴，其余7成大家自行处理。得到强化版土豆后，临泉县开启了全民种田模式。周围县城听闻此事，有人拖家带口来到临泉县生活。临泉县人口急剧攀升。汝阳府府衙知府李守义坐在府衙首位，其余官员坐在台下。王四跪在地上。诸位，王通判的死讯，想必大家都听到了。张同知，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李知府，我觉得此事定有蹊跷，区区几个山贼，怎么可能团灭我大前军队？我觉得此事急不得，应当奏明圣上，直接派大军前来镇压。张同知所言极是，不过我管辖之地出现此等大事，我这知府若是一点动作都没有，事后怕是不好交代。机会这不是来了吗？只要我此时献计成功，我必将飞黄腾达。大人，小的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李守义面露不悦，看着台下跪着的王四，心生不满。说吧。诸位大人，据小人所知，临泉县那群土匪可是将城中士族富商全部杀死，其中很多人都与汝阳府士族有着裙带关系。大人只要下令诛贼，这群士族富商必会出钱出人，而大人只用给他们一点甜头，到时候大人不用出动一兵一卒，便可剿灭这群土匪。好计策，你叫王四是吧？快请起，我准许你暂代通判职位，此事就交给你全权处理。如果攻成，我将亲自给你请功，通判的位置非你莫属。齐海打了个喷嚏，哪个龟孙在骂我？齐海正在大堂里摸鱼，不对，是批阅文件，越看眉头皱的就越深。只因那周边村镇提交上来的一个个文案里面，都只提到了一件事情：土匪肆虐，民不聊生。尼玛的狗官，当个县令也不好好当，都不知道剿匪的吗？县令大人，咱之前不就是土匪吗？您这什么土匪？老子现在是县令，所有人听我命令，即日起随我一同出征剿匪。注意看这个刚上任的土匪县令手下只有200多人，面对2万人的大军讨伐，竟然丝毫不慌，不仅零伤亡，更是俘虏5000人。汝阳王氏正堂，王四捧着暂代通判的官印，趾高气扬地走入正堂。此时汝阳城中士族与富商代表都已等待多时，王四无视众人，直接坐到主位之上。那土匪在临泉县做的事，想必你们也清楚了。前几日我军探子来报，那齐云正在招兵买马，壮大队伍。等他壮大实力，怕是临泉县之事将要在汝阳上演。贤侄，你王通判此事的严重性，我们都知道。您直接说需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算砸锅卖铁也帮您凑出来。王四点头，掏出一份清单，让下人拿给众人传阅。对方现在只有区区200多人，兵法有言，10则为之，100则灭之。我们直接招募2万人，只需要简单的训练，必可将其团灭。可是这物资是不是有点？你懂什么？自古作战都是粮草先行，最少也要募集到2个月的口粮。这清单可是经过我精挑细选，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余众人均是向着王氏家主使眼色。王氏家主无奈摇头。大人说的我们都懂。可是这清单上的醉月轩歌姬2人花魁1人，这些大人也是打仗用的。这是自然，美人计。算了，说了你也不懂。你这扒皮，这美人计怕是用在你自己身上吧？大人先去后殿休息，我等商量一二。王四离开正堂，其余众人均是骂骂咧咧。老王，这通判真是你王氏子弟，怎么这般小人行径？别说了，他只是旁氏，现在一朝得势，根本不给我面子，干脆大家也看了抽钱吧。凭什么？我还不信他能强抢不成？你信不信今天你不给，明天土匪就会跑到你里家。王四成功敲诈出10万两剿匪募银，
其中5万直接进入了自家腰包，剩下的李守义与张志国各抽走2万，只剩1万两留给王四酌情调配。伏牛山黑石林及果悍匪已经同意，我们今日启程，前后夹击必能将临泉县屠了，到时候这些人头可都是我的功绩啊！大人属下这就召集人手，我们即刻出发。不用急，晚他2个时辰也没事，到时候一起杀了。根据情报，这3日伏牛山、黑石岭的2路人马先后杀将，合计2400余人，最迟明日午时，他们就会来到落雁坡。前段时间剿匪，现在咱们能战的兄弟只剩200，算上城中青壮也不过2000，硬拼吃亏，要不咱逃回山上。逃个屁！有我大慈大悲加特林在手，优势在我。落雁坡那地方，这群土匪赶来就是送死。就是，怕什么？老大可是神仙，区区几千人算个球。要我说，咱们直接杀进皇宫，宰了皇帝，让老大当。又忘了要叫县令关明，你把能用的人都派出去当斥候，我要随时知道他们的动静。2000多名土匪呼啸而来，弯道尘土飞扬，来到落雁坡前停下。前方路窄，两侧山势陡立，我看还是先派人上去探探路。怕个锤子！我听说那土匪县令现在只剩下200个可战之人，大家跟我冲过去。先入城者，女人粮食任挑。王奎直接带人向前冲去，李明轻轻摇头，招呼手下跟在王奎等人之后进入。他们刚踏入落雁坡腹地，放山壁后，无数箭从坡顶飞出。齐海站在落雁坡外，不要慌，跟我冲！齐海提起加特林，捏住扳机。加特林冒着蓝火朝落雁坡里面一阵扫射。土匪一倒一大片，李明看到这神迹，带着伏牛山残部铺爹喊娘往回逃。赵岩带着2000多名精壮出现在他们后方，李明等人直接跪地投降。就在此时，王四带着大军从后方杀来。老大，我们中计了，咱们快逃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没想到啊，将临泉县的土匪全部剿灭，竟然奖励我1门无限弹药的巨型火炮，我倒要试试你们能抗住我几炮。齐海直接掏出1门巨型火炮。你们可曾听过口径即正义，射程即真理？轰隆的炮响犹如晴天霹雳，密密麻麻的讨贼大军仅3炮就损失惨重。王四带队在后督战，看到前方的惨状，竟然放弃大军自己逃了。老大，咱们一战斩杀4000多人，俘虏5000，缴获战马无数，我们也可以练骑兵了。我要当骑兵将军。好，那这些俘虏就全部交给你了，给我好好练兵。赵岩在。既然他们不让我当县令，那我就打到他们任。明日开始募兵屯粮，1个月后我们杀向汝阳。注意看，这个土匪县令募兵1万就要去攻打汝阳府，而汝阳知府竟然连出兵都不敢，直接上奏朝廷求援。齐海在小山坡上坐着椅子，身后有4个侍女给他扇着扇子。山坡下站立着1万士兵，每500人分成一队，由齐海亲兵担任队长。关明与赵岩站立在士兵前方。老大是神仙人物，战力无双，但是他说的练兵方法不靠谱啊，就这么站着，能练出什么？此事跟你说了，你也不懂，照着做就是了。谁知道老大又抽了什么风？早上非要让我找4个大妈给他抬轿子，说什么要考斯普雷，什么玩意啊？现在大家军资也占了2个时辰了，我们开启下一项训练，关明由你担任总指挥。所有人整齐动作，训练开始，2小时后进行比试。最差的队伍今天没有饭吃。200个方队在各自队长带领下训练。关明来到齐海身边，老大，你这样练兵真有用。叫县令，你懂什么？我这可是领先这个时代的练兵之法，练出的可都是精兵。可是什么？这样你随便挑出2队，按照你自己的方式练，10天后进行比试，一试便知。嘿，这可是老大你说的，那我就要李嗨牛那一队我眼馋好久了，全是精锐。我的训练方法老赵都知道，我就不参与了，省得你又说我作弊。不是，老大，我是文官啊，文官。记住了，以后上午训练，下午让这群牲口去开垦荒田，10天后我来看成果。经过多日的练兵，1万新兵早已焕然一新，令行禁止。而城外更是开垦出1万亩良田。约定中的大比武如期而至，临泉县城外军营之前的荒地，此时已经变成一座巍峨的军营。齐海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关明与赵岩分别站在2侧。既然是比武，没有彩头，多没意思。这样谁要是赢了，骑兵以后就归谁管。要知道之前可是还俘获了2000战马。此战我的小队必胜，我可是把我家传刀法都传授他们了，再加上强健的体魄，以1敌3不在话下。老大，我是文官啊，骑兵我可管不来。老赵，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我是不是？你这意思是我必败？你呀，等会自己看了便知。老大果然是神仙，此等练兵之法，千古未见啊！好了，恭维的话不用多说，擂鼓比武开始。
两队士兵在头上分别扎上红蓝头巾。红队正是关明所练队伍，在李黑牛的带领下，向着蓝军冲去。蓝军像是下闪了一般，全都手持木枪站立在原地一动不动。两军即将接触，蓝军队长一声令下，前排士兵挺枪直刺，紧接着第二排士兵交错上前，再次挺枪直刺。没几个回合，红军全灭，而蓝军仅仅伤亡4成。本次演武蓝方胜，每人奖励1两白银。至于红方，都给我加练5公里负重跑。从今以后跟随大部队操练。现在厨师已炖好肉汤，所有人开饭。关明看着有序退场的蓝军，再看看自己那松松散散的红军对联。老大，我悟了，我知道老大练兵之法的用意了，不仅磨练了士兵的意志，更是快速让他们学会什么叫做令行禁止。老大果然是神仙下凡啊！那是自然，在我的梦中，此等练兵之法可是练出了一支100万强军。赵岩以后练兵就交给你了，可以开启第2阶段训练了。老大，要不您让关明练兵吧，反正只要按照流程来就行，我可是文官呀。老赵，你说什么呢？老大竟然让你练兵，自是有老大的道理，我都没说啥，你还不愿意了？怎么可能交给关明？他一个大老粗，连字都不认几个，将练兵之法给他，还要一点点教，给你多安心。读书人脑子就是快，关明我还有用。就这样，你继续练兵，关明跟我走。灵泉县县衙，齐海将一包东西给关明。关明，这个秘密任务不能让除了你我之外的任何人知道，有没有把握？老大，为啥要埋这些刻字的石头啊？不该问的别问，记住了，一定要先种土豆，后放石头，不识字就是好忽悠。要是老赵，估计吓得腿都走不动路。此事成功后，我就是顺应天命。知府李守义坐在府衙守卫，其余官员坐在台下。王四跪在地上。王四，你可知罪？神仙，我见到神仙了，大人，那临泉县令是神仙转世，我2万大军啊，他就一人，一抬手就有天雷在我军中炸响，轰轰，就这么没了都没了。乱我军心，来人将他压下去。再过几日，朝廷的20万大军就来了。听说此次可是宇文将军亲自带队，到时候将他交给宇文将军。李知府，听说朝廷大军的粮草需要我们供应，可咱们府上的情况你也知道，怎么可能供得上啊？真是老狐狸，得罪人的事情就等着我开口是吧？既然如此，可别怪我。经过我调查，此前这王四贪墨了2万剿匪木银，我已经派人在他府中搜出，就用作朝廷大军的粮草吧。可是大人，这些远远不够啊！20万大军1月军粮最少要准备50万两白银啊！这样，近日我将亲自约见城中富商，争取筹集30万，剩下的20万就交给张同知了。不是，大人，此事张同知不必多言，我相信你的本事。夫君，听府上下人说，过几日又要打仗了。你也听说了，不用担心，这次不是别人打我们，过几日我直接带人杀向汝阳，到时候让你当知府夫人。真的吗，夫君？我听说知府夫人可是有封诰的，叫什么诰命夫人？那是自然，有可能皇帝直接封我一个王爷当当，你就是王妃了。那我今天就好好伺候齐王爷。注意看，这个土匪县令募兵1万就要去攻打汝阳府，却被朝廷20万大军围杀。谁知他根本不慌，因为他手中有着神器。汝阳府府衙，宇文将军坐在府衙守卫，看着近期的密报。李守义与张志国分坐在两侧。你们确定这些密报不是你们唬州的？大人，此事千真万确，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这上面作假啊。是啊，大人。这些都是我们密探扮成流民，冒着生命危险传来的信息，怎敢作假？密报记载，临泉县收到神仙赏赐2种，1月即可成熟，还能亩产1000斤。大人，起初我等也不信，但是密探将粮种送来后，我们亲自尝试，产量只多不少。还有记载，土匪齐海拥有神仙手段，可以呼风唤雨，召唤雷霆。我知道大人不信，我府曾组建民兵团队2万人，却被其隔空招来3道神雷，我方军心全无，带兵将领还在殿外跪着。大人不信，可亲自询问。此事肯定是以讹传讹，真如密报所言，还打个屁，直接认输得了。本将军从不信鬼神，此战我可是带了20万精锐，而对方只有区1万新兵，不知大军粮草准备如何？大人，我等已经筹备白银20万两，还有1个月的粮草。怎么只有这么点？要是吃不饱，我的精锐何来战斗力？大人您也说了，那土匪的事迹多是以讹传讹，以朝廷20万大军的战力，别说他只有1万人，就算他有20万，那打起来也是摧枯拉朽，估计不到1周就能锁定胜局。仗该怎么打我说的算，给你们3日时间，将我所需的50万军饷和大军3月军粮准备好，否则军法处置。宇文将军直接离开府衙。
李知府事到如今，咱把克扣的军饷补上吧，军粮我去想办法。张同志，话可不能乱说。我们什么时候克扣军饷了？既然军饷不够，那就再去募捐，不就是了？再一再二不再三啊！再募捐，怕是没人会响应了。张同志刚刚的话你也听到了，这不是请求，这是命令。此事交给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大人，大事不好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发生什么了？知府大人，汝阳城四方城门外均发生神迹，有客自石碑破土而出。什么？张同志，我们快去！你快去通知宇文将军，我们在东城门会合。李守义与张志国正在一个破土而出的石碑前观看，石碑上刻着“苍天已死，大汉当立”，石碑周围已经全面戒严。宇文将军也来到了现场。此次讨伐的不会真是神仙吧？要不我趁早投靠，说不定还能混个开国元帅。不对，我的妻女家人都在皇城，我若背叛他们怎么办？这将军不会吓傻了吧？一会摇头，一会点头的。宇文将军，这逆贼，咱还讨伐吗？我可是下过军令状的，此战必不可退。为防止军心动荡，你等快准备军粮，最少要够2个月的。灵泉县军营，齐海坐在主位，赵岩站在一侧正在汇报，关明在一旁打盹。我军目前共计1万人，武器盔甲严重不足，只能有限供给骑兵。不过老大，我们的粮草库又爆仓了。正在商量如何攻占汝阳呢，你在这打盹啊？老大商量啥呢？您直接说向哪冲就完事了。这种货色怎么当大将军？还是老赵靠谱啊？齐海一脸深意的看着赵岩。不是老大，我是文官啊，你不会想让我去冲锋陷阵吧？哪能啊？怎么可能让你去冲锋呢？真的，从现在起，你就是这1万将士的副指挥了。指挥怎么可能去冲锋陷阵呢？走吧，该出去动员了。汝阳知府贪赃枉法，剥削百姓，今日之战不为私仇，只为汝阳20万户生民。破城之后，妄杀1人者斩，私取1钱者斩，淫人妻女者斩。登城先登者赏1000金，封100户，全军出击。汝阳府外，大前军营内，宇文将军早已得知灵泉县1万大军已经出发的消息，此地正是他亲自挑选的决战之地，地势平整开阔，可轻松使20万大军摆开军阵，自己在此地以逸待劳，还是20倍与对方的精锐，定能歼而灭之。将军，那1万土匪已翻过伏牛山。再看，莫非之前密报真是以讹传讹不成？按照资料推断，他的神器距离有限，范围有限，等会只要大军四面同时压上，必能将其击杀。宇文将军手上竟然是齐海自来带灵泉县后所做下的所有事情，其手中神器加特林更是被着重描写。报将军，匪军已进入视野范围。传我指令，全军前压。大人，朝廷的精锐兵马四面八方都是，他们全围上来了。不知道他们能抗住我几炮？火炮一出，人数差距已经不重要了。齐海大军飞扑拉手般将朝廷大军打散，准备休整一夜再进军汝阳。注意看，这个土匪县令却杀穿朝廷大军后，汝阳府竟然直接投诚。他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抄起了袁知府的府邸。晚上，李守义已经收拾好钱财，备好马车，准备逃命。知府大人，您大半夜这是准备去哪？哦，原来是张同知啊！我要去哪为时，要向你报备，快让开！李知府，在下只是来向你借点东西，只要你给我，我立马让路。这小子是知道我要逃命，过来宰我一笔。听说那土匪占领县城后，可是将官员杀得一个不剩，给你财物，你能守住？不知张同志想要什么？只要我有，肯定借你。一抹寒芒闪过，李守义无头影子缓慢倒下。这可是你说的，今日借李知府人头一用，来人将李知府所有财物全部整理清楚，明日我们献给新的知府大人。汝阳府东城门，主公，这城门为什么是开着呢？莫非有诈？要不我先去探路。恭喜主公，这定是汝阳府害怕主公实力，准备投诚。还真扫兴，本来还想试试我巨型火炮的强度，算了，占领汝阳府应该也有不少奖励吧。张志国带着城中所有官员步行来到城外，躬身行礼。汝阳府同知张志国携汝阳府全体官员恭迎齐知府上任。齐海坐在主位之上，看着手中的密报，眉头紧皱。张同知，你是说那10万逃兵将城中洗劫一空后逃之夭夭了？正是大人，之前为了筹备军粮，目前汝阳百姓家中怕是都没有余粮了。如果不开仓放粮，怕是熬不过这个月了。城中富商士族跑了没？
大人，他们在听说您将宇文将军打败后，连夜都跑了。还有一事，目前城外陆续返回5万溃军，想要投靠大人。汝阳县30万人口，再加上5万溃军，怕是临泉县的存粮不够吃。大人，这是李知府生前搜刮的民脂民膏，全在上面，特献给大人。没想到啊，这李守义一个小小的知府，竟然贪污了100万两白银，真是该杀！关明，属下在。我命你带领800骑兵，先前往临泉县，将囤积的粮食带过来。属下领旨。想必这些粮食够汝阳府吃一段时间了。下一步，赵岩你去把狱里的那些犯人全都提出来，我先审一下。大人，狱中所有犯人早在1个月前就充公，死在战场上了。张同志，你们不会是怕我审出什么，提前将犯人全杀了吧？大人，小人怎么敢做这种事情？1月前这些犯人真的充公了。算了，赵岩，你先暂代通判之职，先给你安排2件大事，一定给我做好了。第一，征兵到10万，将5万溃军编入新军。第二，开启以工代赈。现在汝阳府百废俱兴，所有人都可以到官府领取任务，完成任务给粮票，可以换粮食，你可记住了。大人，此事事关重大，请大人让张同知协助办理。我同意了，张同知也是识大体的人，想必不会拒绝的，是吧，张同知？小人定好好协助赵通判，其他人都给我老实点，我不想让临泉县衙门之事在汝阳府再上演一次。对了，你说李知府竟然贪污了100万两白银，张志国，你先带我去看看。一张摆满金银珠宝的桌子摆放在正厅外，齐海坐在桌子一侧，张志国站在他身侧。混账！想不到李守义这个奸贼搜刮了这么多的民脂民膏。大人，初步点算李守义的总资产一共是123万两。这个奸贼居然捞了这么多钱，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贪污的人。齐海伸手指向张志国，张志国脸色瞬间变化。若被我发现贪污之人，我必将他五马分尸。张志国吓了一跳，翻了2下清单。大人，小人有一点点看错了，李守义的家产应该是1200万两才对。齐海震惊地看了一眼张志国，只恨他死得太早，否则我一定让他体验一下剥皮法，你知道是怎么样吗？怎么样的？首先把你整个人埋在沙里，埋好只露个人头，然后用刀在头的中间切开，扒开这个切口，然后再用水银灌进去，你整个人就会奇痒难止。难止会怎么样？难止就会拼命挣扎，想要找个洞钻。这么巧，看到头顶有个洞，哇，连皮都不要了，嗖的一下就钻出来了。此时张志国已经被吓懵了。你不痒吗？好痒！大人，卑职看清楚了，李守义的总家产应该是3200万两才对，而且还有很多是没有记录在案的。卑职建议将他们全部搬到大人府上。说什么胡话，这不就是我的府邸吗？齐海向着外面走去，张志国紧跟其后，有几人跪在地上。这几个人跪在这里干什么？回禀大人，这些人都是李守义的老婆，按照法制，这些人都要送入官窑。啊，这么年轻，一定是被李守义逼的，真可怜。你看他一看就是睡眠不足，先送府衙，让他好好休息2晚。女子向前走，一个祭杯女子起身。李守义真是心狠手辣，你看把他打的肿成这个样子，马上送到府衙，我帮他慢慢医治。女子向前走，一个老妇人站起身。哇，李守义这王八蛋，连80岁老太太都不放过。大人，你有点误会了，这不是李守义老婆，是他的老母。您要不要大小通吃？送到你家去。啊，送我家？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现在我送个宝给你，记得请我吃饭啊。对了，快点派人将我的府邸收拾出来。注意看，这个土匪刚占领了知府，朝廷竟然没有派兵围剿，而是封他当了王爷。皇宫养心殿，皇帝正在蒙眼捉妃子，捉到了不听阻拦强闯入殿的丞相诸葛青。嘿嘿嘿，让朕看看是哪个美人啊！丞相，你怎么在这？皇上，您已经1个月没有上朝了，全国各地多处出现土匪作乱，目前只能您出面才能维持大局啊。土匪作乱，我记得宇文将军不是已经出兵了？皇上，宇文将军已经殉国了。怎么可能？宇文将军可是我大前的战神，怎么会死于土匪之手？到底发生何事？这是今天的家计军报，皇上自己看吧。李乾隆看到军报上内容，整个人都是懵的。
丞相，这该如何是好？皇上，我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强攻，召集全国兵力，趁其羽翼未满直接灭之；中策招降，给其官爵，分化他的势力；下策分封，将其占领之地分封给他。具体使用哪一策，还得皇上自己决定。爱卿，你容朕想想。时不待我啊，皇上，明日早朝，请皇上定策。皇宫金銮殿，李乾隆坐在龙椅之上，脸色苍白如纸，文武百官分列两侧，个个神情凝重。陛下，臣有本奏，汝阳府已落入土匪齐云之手，是战是和，请陛下明示。爱卿有何建议？陛下，臣以为齐云此僚虽出身草莽，然其事已成，若任其做大，必为心腹之患。臣请陛下即刻下旨，命天下兵马大元帅镇国公萧天阙率50万大军，分3路进剿，趁其羽翼未丰，一战而灭之。话音未落，兵部尚书严嵩立即向前一步。丞相所言极是，此贼以3000破20万，其用兵之诡，器械之险，实乃妖孽。若不早除，恐成大祸。臣愿亲赴前线，督办粮草，是将此贼碎尸万段。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如今全国各地均逢大旱，为了赈灾，国库早已空虚。此时动兵，无异于雪上加霜，恐激起民变啊！此言一出，场上众官员开始窃窃私语。陛下，朕复议张大人，臣闻齐云此人与寻常匪类不同，彼攻占汝阳后，非但不曾纵兵劫掠，反而开仓放粮，赈济百姓，收拢人心，其志非小。若贸然强攻，恐陷我大军于泥潭，届时北疆蛮族趁虚而入，后果不堪设想。徐大人此言，莫非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若任其割据一方，日后必成伟大不掉之势。分封，岂非养虎为患？朝堂之上，两派大臣唇枪舌剑，争执不休。丞相，若不分封，也不出兵，该当如何？陛下，臣还有一策，可暂且封其为汝阳王，赐金印此寿，以安其心。然其封地仅限汝阳一府，且需将其不重拆散，分驻各地。如此一来，既可暂解燃眉之急，又能徐图之，待其内部分化，再一举歼灭。此言一出，朝堂瞬间安静。罢了，就依丞相之计，传旨封济海为汝阳王，赐金万两，10亿万户，即日遣使前往宣召。汝阳府府衙，齐海坐在堂上，赵岩、关明站在右侧，张志国等一众官员站在左侧。主公，如今城中百姓30万，加上5万溃兵，每日耗粮便是天文数字。关明从临泉县带来的粮草仅够半月吃用，再这样下去，恐生民变啊！以工代赈之事进展如何？回大人，下官已命人张贴告示，招募民夫修筑城墙，开垦荒田，然报名者寥寥。为何？主公，百姓不是不愿做工，而是信不过我们。他们担心官府承诺的粮票，到头来不过是废纸一张。再者，如今城中老弱妇孺居多，真正能做工的少之又少。看来得先让百姓看到实打实的好处。关明，末将在。你即刻率500骑兵押运第一批粮食前往东门，记住要大张旗鼓，让全城百姓都看见。但凡报名开荒者，先预支1日口粮。遵命。东门之外，一袋袋粮食堆积如山，关明亲自操刀，为排队报名的百姓分发粮食。百姓们眼见为实，顿时蜂拥而至，报名者瞬间暴涨。齐海来到东门城楼上观看情况，刚到不久，城墙下发生骚乱，张志国匆匆而来。大人，不好了！有流民冒领粮票，更有甚者哄抢粮车，与百姓发生冲突，已有多人受伤。通知关明，将所有冒领、哄抢者就地正法，收集悬于城门，以儆效尤。夜幕降临，齐海独坐书房，赵岩进入书房。主公，属下查得张同知暗中克扣公粮，将3成粮票私吞，转手卖给城中黑市，其金信在宫城中虚报人数，偷工减料。属下已将其拿下，请主公发落。带上来。张志国被五花大绑的带了进来，面如死灰。张同知，本知府待你不薄，你便是如此回报本知府的。大人饶命，下官一时糊涂，下官再也不敢了。晚了，来人，将他拖下去，包皮食草，悬挂于城门3日，其家产抄没，家眷扔去种田。齐云，你个疯子！没有我这么大的一个汝阳府，你那什么管理？我死了，汝阳所有官员谁敢为你效力？要你们这群贪官干什么？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一个汝阳，还找不出几个当官的。来人，拖下去。注意看，这个土匪攻占了汝阳，自己当了知府，面对皇帝的圣旨竟然不跪，更是准备招兵买马打上京城。汝阳府府衙，齐海坐在堂上，赵岩、关明站在下方。老赵，目前城中情况如何？主公，周围流民听说咱们在以工代赈，都跑过来了。目前城中又收纳流民20万，已全部安置在东门外。目前流民队伍还在壮大，我们的余粮已经严重不足了。
关明，临泉县现在还有多少余粮？我懂了，主公，明天我就带一队人马，把临泉县的粮食全抢过来。抢个屁！临泉县可是咱的大本营，我这有5000万两白银，你拿去按照市价购买粮食，想必能熬到第一批粮食成熟了。主公，您有钱早说啊，害得我这几天头发都愁白了。我也是刚抄了李知府跟张同之才有的钱，果然啊，还是抄家来钱快。对了，募兵之事如何了？因近日流民增多，早都招满了。现在李黑牛上午带着他们操练，下午开垦荒田，已经进入正轨。大人，您快看，我捉了个太监回来，这太监竟然假传圣旨，说要封您当王爷呢。李黑牛一手拎着个面白无须、浑身发抖的太监，大步走进府衙。那太监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卷明黄色的绸缎圣旨。太监传圣旨，封王，有点意思，放开他，让他说。奴才王瑾奉皇上之命前来宣旨，绝非假传圣旨啊！大人可是齐云？正是本知府。嗨，齐云接旨。王瑾展开圣旨，发现齐海并未下跪，不敢多言，直接开始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尔齐云，虽起于草泽，然能克己安民，平定汝阳，振兴圣位，特封尔为汝阳王。赐金印子寿10亿万户，赏黄金万两，望尔恪尽职守，永镇南疆。钦此。圣旨念完，堂内一片死寂。王瑾看着圣旨，不敢抬头。赵岩眼神闪烁，关明手按刀柄。呵呵，李乾隆这是打不过我，就想着招安了，真大方啊！竟然给我个王爷当。王公公，皇上就只让你带来这张纸，没点实在东西。回王爷话，赏赐的金印、紫绶、黄金皆在后队，明日便可送达府城。王爷叫的倒是顺口，行，这圣旨我接了。齐海亲手接过了圣旨，却看也没看，随手递给赵岩。好了，圣旨我也接了。王公公可还有事？没了，这齐王爷也太小气了，连点赏钱都没有，还白白挨顿打。等我回到京都，非得参你一本。黑牛，送王公公出去，安排个地方让他歇着，看好了，别让他乱跑。李黑牛将王瑾带走。赵岩，此事你怎么看？主公，朝廷此举无非是缓兵之计。如今天下大旱，之前的20万大军应该是朝廷能出动的极限了。名为封王，实则是想麻痹我们，防止我们出兵京都。老赵，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圣旨中提及永镇南疆，再过2个月就要入冬了。往年南蛮入侵，朝廷都会派兵围剿，今年怕是想把这烫手山芋丢给我们了。而朝廷有了半年时间休养生息，明年怕是就派大军前来围剿我们了。呸！谁稀罕他这老狮子王爷？主公，咱们直接砍了那太监，发兵打上京城算了。你这莽夫懂什么？主公接下圣旨，实为高明，可赞安朝廷之心，同样给我们争取了时间。目前我们没兵没粮，拿什么打？而现在有了这王爵之名，日后行事在许多方面反倒更方便些。可这口气憋得难受。难受也得忍着，现在最要紧的是粮食、兵源、民心。赵岩，流民安置和垦荒不能停。关明，加强城防和练兵，过2个月还有硬仗要打。主公所言极是，如今我们名正言顺，或可借此亡命，吸引周边州县的人才前来投效。眼下我们最缺的，便是能治理地方、打理钱粮的干吏。没错，打天下靠刀枪，治天下得靠脑子。丁检测到宿主成功接受朝廷册封，获得名义上的合法地位与更大影响力，成功占领汝阳，化解了朝廷的初步围剿策略，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 SSS 级指示人才召唤卡1张，使用后将随机召唤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内政型人才文官方向，其将完全效忠于宿主，并使当前时代背景自动适配合理身份与记忆。真是想睡觉就送来枕头。老赵，我们缺的人才或许很快就能补上了。主公，无事，只是忽然想到一法，或许很快就有贤才来投了。赵岩，以汝阳王的名义起草一份招贤令，广贴周边州县，无论出身，凡有才学者，通过考核，皆可来汝阳任职，量才录用。是，属下这就去办。赵岩领命而去，房内仅剩齐海与关明。主公，难道我们真要替朝廷守着镇南疆，打那老狮子的蛮子？守南疆，打蛮子？不，我们是替自己守。这汝阳，这南疆，从圣旨到的这一刻起，性急了。朝廷想借蛮人的刀消耗我们，我们又何尝不能借这王爷的名头，吞并周边，壮大自己？蛮子来了，打便是，打下来的地盘、粮草、人口，可都是我们的养料。主公的意思是告诉弟兄们，眼睛放亮一点，接下来可就不只是种地的流民和吓破胆的溃兵了。系统使用 SSS 级人才召唤卡，指令确认，正在随机召唤。
召唤成功，人才已适配当前世界背景与身份，正在前往汝阳府途中，预计1日内抵达。齐海嘴角难以抑制的扬起，他深吸一口气，压下澎湃的心绪。关明，去从亲卫里挑几个机灵的撒出去，注意近期来的生面孔，尤其是看起来像读书人或者像能管事的，一旦发现，立刻以礼相请。不，我亲自去见。遵命。终于处理完政务了，以后人才多了，我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了。天色也不早了，今天翻谁的牌子呢？注意看这个王爷第一天任职，城中竟然发生诡异命案，不仅扯出神秘杀手组织，更是牵扯出朝中势力。天刚蒙蒙亮，赵岩带着关明来到了齐王府，齐海睡意朦胧的来到正堂。大早上的，你们两个加什么戏？主公，东城菜市口死人了，死得很离谱。离谱？有我之前离谱吗？主公，您是神仙，怎么能跟您比？就是这事情很诡异，您去看看就知道了。东城菜市口，一具男尸被倒吊在牌坊上，双臂平伸，两脚捆缚，远远看去像个歪脖子十字架。连我这种粗人都觉得恶心。更怪的是，尸体胸口被人用刀刻出以眼还眼的字。这是在挑衅本官，还是在发预告？回大人，小人验了，脸皮是被利器一次性完整剥下，手法极稳，行家干的，死亡不超过2个时辰。死者身份查到没有？随身布袋里有半块腰牌，写着内库监副使，可内库监的人怎么会穿布衣死在菜市口？赵岩，佛宗四门所有屠户、猎户、郎中会刀的全给我筛一遍。主公，筛不完的，昨日刚招了7万流民。那就先将尸体带回府衙，等会开市了，别引起恐慌。汝阳府府衙偏厅，齐海、赵岩、关明、李黑牛围坐，案上摆着血渍拓片、半块腰牌、一张被血浸透的面皮。都说说有什么看法？今天看到尸体的人不少，要是短时间破不了案，城里肯定人心惶惶，以工代赈，开垦荒田都会受到影响。主公，你别看我打仗行，破案抓瞎。主公，你只要告诉俺谁是凶手，俺可以一拳打爆凶手脑袋。主公，你别看我啊，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哪会破案啊？我的治世能臣，你怎么还不来啊？因检测到宿主面临突发奇案，奖励人物 SSS 级治世人才已抵达府衙门外。说曹操到，走去门口，会破案的人才来了。汝阳府府衙正门，一名27、8岁的青衫文士，正手拿着招贤令。在下顾怀瑾，字子瑜，路过此地，看到招贤令而来，恰闻血案，愿助王爷一臂之力。老赵，他长得比你像文臣。我等正因这血案头疼，不知顾先生有何高见？不知尸体在哪，可否容我一看？大前律卷16载，到内库珍宝者，剜其目，流放3000里。若死者真是内库监副使，这8字便是对他的审判。你的意思是，死者监守自盗？不止，若他盗的是宫中物剥皮，则另有隐喻，意为无颜见先帝。所以凶手是宫里来的人，会不会跟昨天来的太监有关系？宫中、江湖，亦或二者兼之，请借我3样东西：一、死者完整衣物；二、菜市口近3日所有摊贩名册；三、一口未用过的铁锅。铁锅？你要炖凶手？煮面皮。顾怀瑾将面皮轻放入锅中，加入少许明矾，片刻之后，面皮便显出极淡的刺青图案。一只展翅的夜枭爪下抓着3枚铜钱。夜枭，这不是10年前江湖上鬼市的标记，专替人销赃收人头，后来被朝廷剿灭，居然残党还在。夜枭收钱办事，看来有人雇他们办事，然后灭口了。顺着夜枭就能摸到雇主。理论上如此，但鬼市隐于暗巷，生人难入。那就砸进去。鬼市有3不敬：一、官府中人不敬；二、带刀兵者不敬；三、心不诚者不敬。那简单，我不带刀，我拿钱砸。关明、赵岩，你2人就别去了。黑牛，你跟我去。城西废仓，齐海换了便服，顾怀瑾与李黑牛扮作下人。3位懂规矩吧？不懂，但是我有这个。城西废仓内有着许多黑衣蒙面的摊位人。老丈，剥皮的手艺不错，客人慎言，我只卖面具。那便买1张无颜面具，200两，再加300，买雇主的名字。老者看着顾怀瑾手上的银票，心动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知道他姓魏。魏，这天下姓魏的多了，这哪找人去啊？应该是内库监总管太监魏三宝，掌管宫中财帛。若副使盗宝，魏三宝难辞其咎，杀人灭口，顺理成章。可魏三宝人在京城，夜枭为何把尸体运到汝阳？他们这是声东击西。魏三宝真正的目标是明日辰时要经过汝阳，江南之地押送回京的600万两黄金。原来如此，我道为何今日城中突然多了许多生面孔商旅，原来都是幌子。
汝阳城城中发生诡异命案，竟然牵扯出600万两黄金，到嘴的肥肉怎能放过？看齐海等人如何狸猫换太子。汝阳府府衙正厅，齐海坐于主位，顾怀瑾与赵岩站在右侧，关明与李黑牛站在左侧。600万两黄金，魏三宝真是胆大包天，顾先生有何妙计？王爷，黄金明日辰时入城，押运官兵中必有内应，硬抢必生事端，不如我们来个偷天换日。偷天换日，如此大量的黄金，如何调包？曹船今夜子时会在城南货港停泊补给，我们有1晚上的时间调包。只是什么？先生快说！押运官中有魏三宝的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位是兵部尚书的心腹，只有引开这2人，我们才有下手之机。这2人怕是全城都会紧盯黄金，怎么可能将他们引开？盯得再紧也是人，是人就有弱点。顾先生可知这2人有何嗜好？王爷明鉴，据在下所知，那兵部尚书的心腹参将好赌且毒瘾极大，而魏三宝的那位干儿子太监则极好男风，尤其偏爱清秀稚嫩的小官。呸！阴货还这么多毛病。主公，啥是好男风？黑牛休要多问，顾先生之意是要投其所好，设局引开他们。正是，毒瘾发作时，金山银山在前也可不顾；色欲熏心时，便是刀山火海也敢闯。我们只需在恰当的时间提供恰到好处的赌局和家人，不愁他们不上钩。好，就这么办。关明，你立刻去安排，派几个机灵的兄弟在城南货港附近找好地方，等船入港开始赌钱，再去丽春院寻一位家人，务必看起来天衣无缝。赵岩，你心思细，带几个机灵的人去摸清那参将和太监的具体行程和护卫情况。是，主公。好，我这就去办。顾先生，这偷天换日之物从何而来？600万两黄金可不是小数目。王爷放心，我已查明，货港仓库存有大量待运的军粮，皆是麻袋所装，我们可速备等量10块，外层附以少量金锭掩人耳目，趁夜调包。夜色、粮袋以及在下来时观察到今夜将有浓雾，皆是天时地利。天助我也，先生真乃神人也。黑牛，俺在。你带一队绝对信得过的兄弟，听顾先生调遣搬运之事，务必隐秘迅速。放心吧，主公，俺保证一点事都没有。王爷，调包之后，真黄金需立即转移至安全之处。在下建议，可暂时存入王府地下密室，待风头过后，再徐徐运出，充作军资民心之用。正合我意，有了这笔钱，何愁大业不成？诸位，此事关乎我等生死存亡，必须万分谨慎，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行动！众人领命，神色肃穆离去。厅内止于齐海意。魏三宝，朝廷想玩，本王就陪你们玩把大的，这600万两就当是你们给本王的第一笔贺礼了。城南货港岸巷，参将周猛坐在面朝货港的方向，身上的钱财都快要输光了。他娘的，又输了，再来，老子就不信这个邪。军爷手气马上就来，快给军爷再上点好酒。丽春院，关明满脸谄笑说个不停，太监小德子正满脸焦急等待着。你说的那个清河公子在哪？怎么还不见来？公公莫急，公子正在梳妆，这等角色总要些时辰才能见人。你先尝尝这江南来的新茶。动作要快，一代换一代，标记务必朝内，御守卫巡逻，以蛙鸣为号。兄弟们，跟俺上！10几条黑影如同鬼魅，利用浓雾和曹船阴影，悄无声息地潜入船舱。周猛输得满头大汗，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放到桌上。等等，这把老子押上这个兵部的通行令牌，值500两吧？这军爷，这不合规矩。少废话，开！咱家看你们是消遣我。来了来了，公子来了！一位身形纤细、面腹轻纱的公子袅袅走出，小德子顿时看得吃了，怒气全消。妙啊！先生，最后一代换好了。好，撤！按计划路线将真货运往王府密道。什么人？舱底有动静。一队巡逻的官兵听到了异响，正朝着货舱走来。先生，咋办？别慌，将此物撒向那边货堆。顾怀瑾将瓶中粉末撒向不远处的粮袋。片刻，几只老鼠滋滋叫着从那里疯狂窜出。呸！原来是耗子，吓老子一跳。走了，这鬼天气，真是自己吓自己。官兵骂骂咧咧地走远。顾怀瑾和李黑牛等人隐在暗处，屏息凝神，直到脚步声彻底消失。快走！得到600万两黄金，现在齐海有兵有粮，谁知魏公公竟然在用奸计，还好有顾怀瑾提前谋划，轻松歼灭南蛮大军。汝阳府密室，齐海掂着一块金锭，满脸都是笑容，心里面都快要乐开了花。顾先生，600万两全在这儿了。真货已入库，外头现在留的是石头，王爷可放心花。赵岩手里捧着厚厚一沓名册走了进来，关明与李黑牛紧跟其后进入。
主公，招贤令一出，3日收了2000多份投书，识字的不识字的都来了。武将好挑，先挑最能打的，我亲自考。能打的多，能算账的少，让顾先生先看，免得又招一堆黑牛。主公，黑牛怎么了？京城内库间，魏三宝整个人都是怒火冲天，对着手底下的人就是破口大骂：废物！600万两黄金变成石头，你们竟说昨夜风平浪静，汝阳又是汝阳，齐云，咱家小觑了你。而就在这时，阴影里走出一名黑衣人，腰悬细剑，向着魏三宝跪下行礼。督主，鬼眼，汝阳这趟差交给你2件事：第一，把黄金找回来；第二，把齐云的人头带回来。做不到，你也不用回来了。属下明白，督主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汝阳招贤馆，顾怀瑾坐在主位上，书生、屠户、铁匠等等打扮的人排成长龙，这些人都是因为汝阳王发布的招贤令而来。下一个，学生苏子修，善水利，可1月开渠30里。说说如何1月30里。苏子修侃侃而谈，顾怀瑾很满意的点了点头。明日去公曹报道。先生，我那边吴选也挑了5000精壮，全是练家子，底子也算干净。兵在精不在多，先让李黑牛带他们垦田，1日2操，别养蓝骨。半月后，齐王府书房，齐海坐在书桌前，正听着赵岩汇报情况。主公，如今账上有金480万两，粮100万担，新军人数已有10万人，再扩就超汝阳一府知县。那就扩府，朝廷只封我汝阳王，却没说不准我开府设县。可上表朝廷，以南蛮江范为名，请设镇南行营，辖汝阳、临泉、平丘3县。朝廷若准，我们名正言顺；不准，也坐实了朝廷不顾南疆，民心更归。好，就这么办。赵岩写折子，口气要委屈，要钱要粮。嘿嘿嘿，主公这个我擅长。城西暗巷，夜晚鬼眼蹲在屋脊，俯视着周围。夜宵余孽竟被一网打尽，齐云手下有能人啊！鬼眼掏出竹哨，3长2短吹响，3名黑衣人出现。分头查：1. 金定柳巷；2. 齐海的具体行程；3. 那位叫顾怀瑾的书生底细。3日后，汝阳府府衙，齐海与顾怀瑾正在商量政务，关明走了进来。主公，外头有位自称鬼市救人的老者求见，说要献重礼。主公，鬼市残党，或可一用。关明让他进来吧。王爷，小老儿带来一桩机缘，特来献给王爷。关明将黑漆木匣拿给齐海，黑漆木匣内是一枚血玉令牌，上刻督主2字。你原来是魏三宝的人，说吧，什么事？王爷，我夜宵是松散组织，可不是魏公公的人，只是魏公公的人前几日找到我，为了活命，只能来王爷这一趟了。说说吧，让你传什么话？魏公公想要开通南北盐引，希望王爷派兵护航，3期分账，朝廷7，王爷3。告诉魏三宝，本王胃口大，3期，本王要7。老者脸色大变，向着齐海行礼之后，便离开了汝阳府府衙。主公，此事或有蹊跷，此等大事，魏公公怎么会让夜宵的人前来传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过也要防着这烟狗屎阴招。关明派人跟着。齐王府书房，齐海、顾怀瑾、赵岩、关明4人站在书房中一面立起来的地图前。主公，鬼市的人刚出城就被杀了，一刀封喉，没有追上凶手。魏三宝这是先礼后兵，顾先生可有后手？顾怀瑾手指着地图汝阳以南的南蛮之地。魏三宝想借刀，我们就借他们的刀。这招声东击西，之前都用过了，竟然还用。前几日南蛮有异动，今日一看又是他们的计策，刚好借南蛮练兵，又能开战了。战是要战，但得让蛮子先动手，我们被迫反击。记住了，这次练兵为主。有着顾怀瑾运筹帷幄，关明众将领身先士卒。数十万南蛮还未进入临泉县抢掠，就被全部击溃。汝阳府府衙，齐海坐在首位，顾怀瑾与关明在台下站着。大人首战告捷，朝廷的嘉奖折子可以递了。再写一封血书，就说蛮军凶悍，请扩军10万，防秋之用。主公，这次征兵最好再选拔一些将领，现在咱人太多了，中层将领已经不够了。很快，齐海首战告捷便传到了朝廷。什么？齐云竟能击退南蛮，还要扩军？陛下，齐云如今兵精粮足，若再任其做大，恐难治。臣愿领兵南下讨贼。国库空虚，不可再战啊，皇上。拟旨加封齐云为镇南大将军，仍领汝阳王，赐金5万两，令其相机剿蛮。陛下，此乃养虎为患，日后必受其害啊！朕也无兵可派，只能先喂饱这只虎。刚战胜南蛮，被朝廷加封大将军的齐海，本想稳步发展自己的势力，谁知杀手紧随而至，鬼眼潜伏数日，一出手就是绝杀。汝阳王府书房，齐海、顾怀瑾、赵岩、关明4人围在一起，桌上是朝廷新到的加封圣旨和那5万两赐金的礼单。
镇南大将军，哼，李乾隆这小子倒是会顺水推舟，5万两金子就想买我替他守着这南大门，打发叫花子呢。主公好歹是个名正言顺的扩军理由，朝廷承认的镇南大将军，总比我们自封的强。这5万两虽不及咱们到手的零头，但也是锦上添花啊。要我说，这皇帝老儿就是怂了，怕了咱们的兵锋，诸葛老儿和严嵩肯定气得跳脚。王爷，诸葛青与严嵩自然不愿见我方壮大，陛下此举实则是无奈之策。他们无力征讨我们，便只能暂且安抚，望我们能与南蛮互相消耗。若是我军稍有弱势，下一刻朝廷的大军便会挥向我汝阳。先生所言极是，这圣旨是护身符，也是催命符。魏三宝丢了黄金，又折了南蛮这把刀，绝不会善罢甘休。主公，如今我们树大招风，明有朝廷猜忌，暗有阉党窥伺，虽新的10万之众，但根基未稳，粮草虽足，却耗用甚巨。下一步该如何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他个鸟！主公，你下令，俺老官带兵，保证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莽撞！打仗是最后的手段，如今我们要的是时间，是消化汝阳这一府之地，是将这10万新军练成精兵，是将那600万两黄金化作实实在在的民心与根基。王爷高见，当下之要务，守在一个稳字。对外继续向朝廷求钱粮兵甲，哭穷卖惨，让朝廷放松警惕。这个我在行，保证写的闻者伤心，听者落泪，让朝廷那帮老爷觉得咱们下一秒就要散伙。对内则需加速整合，赵大人招贤纳士不可停，尤重农桑、水利、工巧之才，苏子修这类人要多招，垦田屯粮，兴修水利，乃是根基。先生放心，如今我们有钱有粮，来投奔的人才络绎不绝，我定细细筛选。关将军，练兵之事万不可懈怠。李黑牛带人垦田虽是锻炼，但军事操练需更严格，可按老带新，分批轮训，尽快形成战力。中层将领不足，可从此次立功老兵极有潜力的新兵中擢升。明白，已经着手在办了，保证练出一群虎狼之师。那魏三宝呢？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对此，须已经制动，外松内紧。前几日让魏公公的人跑了，想必近日他们还有行动，我们就给他一个目标。关明，你派一队兄弟日夜看守汝阳府县衙仓库，给人营造一种内有重宝的错觉。好办法，记得再埋伏一队人马，我就不信他们不上当。不止于此，黄金案、南蛮之败，魏三宝都失败了。此刻他想的或许是如何弥补损失，以及如何更隐蔽地除掉王爷。眼影之事看似利诱，实则为毒饵，背后必有极大阴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笑话。话虽如此，王爷，我有一计或可解决那魏三宝。先生但说无妨。我们只用派几名心腹接触一下与魏三宝有隙的朝臣。这魏三宝是大皇子的人，我们只要向二皇子心腹张廷玉大人透露黄金丢失或与魏公公有关，想必不用我们动手，这魏公公必将陷入朝堂之争。妙啊，让这老烟狗也尝尝被猜忌的滋味。赵岩，此事由你安排，人选务必绝对可靠，机敏过人。属下亲自挑选，定不负主公与先生所托。好，就按先生谋划的形式，赵岩稳内，关明强兵，先生统筹全局，应对暗敌，咱们就好好看看这出好戏。王爷，民心所向，大业可期，只需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这南疆之地必将成为我等最坚实的根基。汝阳城外破庙，韦衍与几个黑衣小弟围在破庙的篝火旁。经过我们这几日的探查，齐海的日常习惯已经全部了解。今夜我们兵分2路，一路由我亲领，潜入王府取齐云性命；另一路由老三带队，摸向仓库探黄金虚实。大哥，王府守备如何？要不你带兄弟们去杀齐云，我一人去探查情况足矣。这齐云连内力都没练出来，弹指间就可杀他。而府衙仓库有重兵把守，如果黄金真在里面，怕是还有埋伏，不可不防。仓库那边有伏兵，顾怀瑾惯会虚张声势，真真假假，一探便知。记住，见进即退，不得恋战。若齐云不在书房，暗状已报，他这几日都披着到深夜，雷打不动。大哥，若失败，我们跟着魏公公这么长时间了，规矩不懂吗？败就是死。老三带着一众黑衣人，神不知鬼不觉潜到了府衙仓库房顶。巡逻每2刻一趟，岗哨3人，可杀。先别动手，上无戟，阶瓦下望，金锭若真，必有众香风牵。若香轻如草，立即撤，放火烧仓，趁乱出城。先生先去歇吧，人才挑选之事，明日再看也是一样的。大人，那我就先回去了，您也早点休息。不过大人，今日探子来报，有人总在王府外面晃悠，大人也要多注意自身安全啊。无妨，敢来行刺我让他们有来无回。等顾怀瑾离开书房不久之后，齐海实在是太困了，便走出了房间，准备回去休息。
鬼眼众人趴在王府屋顶，看到齐海走出房间，确认无误，此人正是齐云，准备动手。齐海遇到顶级杀手刺杀，危在旦夕之时，李黑牛舍身营救。齐海掏出神器加特林重创杀手众人，谁知鬼眼竟然掳走任思思，威胁齐海使用加特林交换人质。齐海跟值班的李黑牛打了个招，打着哈欠走向自己的卧房。鬼眼5人从房顶一跃而下，将齐海给包围了起来。汝阳王齐云，奉督主之命，见你向上人头一用。就凭你们几个，杀你足够了。鬼眼身形如鬼魅般闪动，齐海手中手枪无法瞄准，鬼眼手中细剑直刺齐海咽喉，速度快的只剩一道寒光。主公小心！李黑牛从侧面猛冲过来，用后背撞开了齐海。鬼眼一剑刺进他的胸膛，细剑透体而过。李黑牛浑身一颤，一口鲜血喷出，但他双臂猛地张开，死死抱住了鬼眼持剑的手臂。主公，快走！黑牛！哼，找死！鬼眼被李黑牛死死抱住，竟一时未能甩脱。其他黑衣人见状，立刻挥刀砍向李黑牛。齐海手中手枪连射，冲在最前面的2个黑衣人应声倒地，胸口绽开血花。暗器，好快的速度，好强的威力，可惜你速度太慢，打不中我。鬼眼将李黑牛一脚踹向齐海，所有杀手紧跟其后，向着齐海杀来。齐海快速向一旁退去，对着鬼眼瞬间连开数枪。但对方有了防备，凭借内力加持的身法，竟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要害，只是肩头、手臂被子弹擦伤，动作稍滞，却依旧扑了过来。风，去死吧！李黑牛被踹飞向一旁，齐海瞬间掏出加特林，开始扫射。喜欢快，那就尝尝这个，我看你怎么躲！给老子死！什么鬼东西？鬼眼将身边最后2名手下猛地拽到身前，子弹瞬间将那黑衣人打成了筛子。鬼眼体内内力爆发，身形如炮弹般向后击射，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致命扫射，但左肩和左腿仍被几发子弹擦过。鬼眼单膝跪地，喘着粗气。齐云，你究竟是何人？是你惹不起的人！鬼眼猛地起身，不顾伤势，施展轻功，如一道青烟般掠向后院。刚刚不是很嚣张吗？你跑什么？不好，思思，你是谁？王爷救我！鬼眼挟持着任思思跳上院墙之上。齐云，想要你的女人活命，就独自一人来城外破庙。若敢带一兵一卒，或者再使那诡异暗器，就等着给他收尸吧。鬼眼挟持着任思思瞬间离开。混蛋，有本事单挑，抓女人干什么？草！傅怀瑾、关明、赵岩带着大批护卫急匆匆的赶来，看到院中的惨状和重伤倒地的李黑牛，皆是大惊失色。黑牛，撑住！快叫郎中，快呀！主公，这是怎么回事？魏三宝派来的杀手，黑牛为我挡了一剑，那厮被我重伤，劫持思思逃了，让我独自去城外破庙换人。主公，我立刻点齐兵马，围了那破庙，必将那厮碎尸万段，救回王妃。不可！那鬼眼武功极高，手段狠辣，逼急了他真会下毒手。他既指明让我独自前去，必有埋伏。我们只要大军压上，他肯定杀了王妃逃走。那可如何是好？主公您万万不可亲身犯险啊！王爷、关将军、赵大人，稍安勿躁，此事未必无解。先生已有对策。其一，这杀手应该是练出内力的顶尖高手，不过他受伤不轻，行动绝非全盛之时那般自如。其二，他既要求王爷独自前往，说明他已无其余手段，应该是忌惮王爷手中的神器。可敌人在岸，主公一个人去定有危险啊！自然不能让王爷一个人去。王爷您可还记得我们是如何将那600万两黄金神不知鬼不觉运回来的？密道正是城外破庙，并非孤立之处。前几日我派人绘制地图，发现荒山中有一条小径，可绕至破庙后方。关将军可即刻率领精锐黑甲卫，经由此径，悄无声息地埋伏于破庙之后，听我信号行动。切记务必隐匿，不可打草惊蛇。好，我这就去点人。赵大人，你立刻去协调郎中，全力救治李黑牛将军，不容有失。同时，府内加强戒备，以防对方还有后手。是，先生，我这就去办。王爷，您需独自前往破庙，与鬼眼周旋，尽量拖延时间。我会在庙外高处观察，以歌哨为号，一旦听到哨声，便是关将军已就位。您一定要以自身安全为重啊！好，就依先生之计，思思，我一定要救回来。魏三宝的这笔账，本王要亲手跟他们算清楚。城外破庙外，齐海孤身一人来到破庙前，庙中传出鬼眼的声音。没想到王爷还是个情种啊，竟然真的孤身而来。思思人啊，快将他放了！嘿嘿嘿，人就在庙里，你自己进来救啊！不行，我进去后，你一剑将我们一起杀了怎么办？你先放思思离开，以你的修为，我跑不掉的。行，我输3声，你将那件可以冒蓝火的神器丢进来，我将它放出去。
齐海救下任思思回城过程中，竟然遇到二皇子的手下。原来二皇子与齐海合作，坐稳太子之位。鬼眼，我把神器扔进去，你放人。先丢，我数3声，1、2。王爷别管我。闭嘴！加特林哪里有媳妇重要？鬼眼，加特林给你。加特林被扔进庙内，鬼眼一脚把任思思踹出门槛，迅速跑去捡枪。哈哈哈哈！此物在手，天下。话音未落，一声炮响传出，齐海将任思思护在身后，掏出火炮狂轰破庙。哼，敢刺杀我，我送你上路。破庙倒塌，一条黑影背着加特林从后门逃跑，正撞入关明部下的埋伏圈内。兄弟们，给我治，弄死他，给黑牛报仇雪恨！数十根长矛抛出，鬼眼想使用加特林，却不会用，只能倒提枪管当铁棍。什么破暗器？系统回收。只见蓝光一闪，加特林化为一团数据流光，凭空消散。你是妖法？对不起，我不会妖法，但我有外挂。绑了，拖回去慢慢审。荒山小道，方寒抱着任思思坐在马车上，飞甲卫护卫在身侧，林间走出一位白面公子挡在马车前。好热闹的烟火，可惜惊着我家教主清修。什么人装神弄鬼的？二皇子坐下，无声门副教主白无常见过镇南大将军。邪教，半夜拦我，想给这些刺客收尸。非也，我们想合作。朝廷刚封我大将军，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合作？朝廷是朝廷，皇子是皇子，我家主公愿助王爷清君侧，只求事后划江而治，南北各安。主公，此人妖里妖气，一刀砍了省事，空口无凭，先拿诚意出来。带上来。2名麻衣弟子搬来一只木箱，里面绑着的是魏三宝亲信，内库奸臣刘瑾。此人供出魏公公司挪国库，暗扬死事。全部账册的原件我已誊抄3份，一份送王爷，一份留主公，一份不久后将呈给陛下。好，诚意我收下，但合作得按我的规矩来。王爷请讲。第一，你们邪教不得在我南疆出现；第二，我要能修出内力的顶尖功法；第三，我要5万匹战马。哈哈哈，爽快！前2个条件我待教主应下，第3个我做不了主。3日后，汝阳城醉仙楼再会，我教将备下薄酒，共商大计。白无常一挥手，人影瞬间消失。主公，我们真跟邪教联手吗？这群人可没个好东西。联手利用罢了。魏阉狗倒了，大皇子失势，二皇子想借我的刀，那我就借他的刀。等我把南疆铸成铁桶，谁利用谁还不一定。那鬼眼怎么处置？公开处决？不，先留他一口气，把他知道的全部挖出来。对了，给我彻查城内邪教组织，给我连根拔起。王府后院，任思思站在池塘边上，面前摆着一只小伙。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对他来说太突然，现在都还没有回过神来。叶礼良，别动着。我没事，只是想起之前还在山上的日子。齐海从怀里摸出一小坛酒。我知道今天你吓坏了，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喝杯酒定定心。呛死了，真不知你们为何爱喝。汝阳城只有这种烈酒，等咱们拿下京城，我带你去喝宫廷御酒。拿下京城之后呢？你是不是就当皇帝？当皇帝太累，3宫6院，文武百官，想想就头疼。我想好了，真到那天，谁爱坐龙椅谁坐，我只要兵权、财权和你。齐海伸手握住任思思的手，又哄我，你呀，嘴上偷懒，心里比谁都野。心在野，也得有人陪，我可不做那要江山不要美人的傻子。哈哈哈哈哈！3日后，醉仙楼雅间内，一个美艳的女子端坐主位，手执酒杯，白无常立在身后。齐海带顾怀瑾、赵岩和关明入内。没想到鼎鼎的大明无声门教主竟然是个美艳女人。将军鞍马劳顿，坐。酒过3巡之后，无声门教主张美婷一抬手，一名婢女手拿着一本古朴的古书走了过来。汝阳境内我无声门已全部转移，这是王爷要的顶级功法，日后再加上魏阉狗的人头，只换将军一句承诺，他日京师有变，将军按兵不动，可否？丁检测到宿主解决汝阳城内邪教问题，进一步统治汝阳，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特殊道具京城符，道具类物品提升阵营人物忠诚度，忠诚度提升后无法下降，每天加1忠诚。这道具有点意思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我的话他没告诉你吗？我的5万匹战马呢？齐王爷，5万匹战马，整个朝廷御马监都没这么多，不妨换个条件。哦，那我要你这无声门教主，你肯给我？张美婷妩媚一笑，干脆利索点了点头。齐王爷想要我，我有何不肯？
不过我可是很难养的。好了，先说正事，你的主子能给我什么？王爷，只要按兵不动，替殿下守好南门3年，那长江以南税赋自治，盐铁转运使一职都是王爷的。好，3年就3年，不过我要多加一点，你以后也是我的。那等我回去交接完后，王爷可不能不要我呀，人家可是你的人了。放心，我绝对不会出尔反尔的。两人举杯，重重无碰。回府途中，马车内，齐海、顾怀瑾、赵岩3人坐在马车之中，关明则是在外面驾车。主公，这税赋自治和盐铁转运使一职，少说每年也能入账500万两，咱发大了。别急，真正的买卖才刚开始，喂烟狗没那么容易被打掉。大皇子、二皇子此时就是那台上的戏子，咱们是台下的官老爷，等他们唱到高潮，咱们再掀桌子，那才叫爽。到时候俺第一个冲上台，把龙椅给您搬回来。龙椅太硬，我更喜欢躺椅，不过谁若挡我的路，不管皇子还是皇帝，统统轰成渣。主公，还有一事属下不解，您为何要留下那无声门张美婷？此人留在身边，必成大患啊。是啊，主公，那张美婷虽然美艳，但是绝非良配啊。我会不知道吗？这女人就是一杯毒酒，要不是刚刚系统奖励的道具，傻子才留她在身边。不用多说，我有信心驯服这匹野马，为我所用。齐海在张美婷的帮助下成功修出内功后，带着众人来到盐铁转运使司接任肥差，竟然发现前几任转运使的死亡另有隐情。齐王府书房，齐海一个人在桌前观看最新的人才情报。房门打开，张美婷走了进来。是顾怀瑾吗？以后这汝阳府的事情不用跟我说，你直接决定就好。齐王爷对手下真是信任呀！我交接完手头事情后，可是马不停蹄的赶来投奔王爷呢。我用人向来不拘一格，你以后就先教我武道吧。大人真是胆大呢，这武道修行稍有不慎可是会走火入魔的。既然大人都不介意，我自是遵命了。有系统傍身，我还怕你动手脚？跟在我身边，你早晚是我的人。齐王府练功进士，齐海盘膝坐在药狱中，张美婷在齐海身后。王爷这把海绝进境当真害人，寻常人3年苦修，不及您这3日药狱之功。只是这般使用灵药，您的身子怕是撑得住，这点药力算得了什么？我感觉现在一拳能打死一头牛。王爷如今内力出城，已算踏入3流高手之境，虽不算顶尖，但配合您那神气，天下尽可去得。正好，关明、黑牛。话音刚落，关明和伤势出狱的李黑牛立刻跨步进来。主公，人马已点齐，随时可以出发前往府城，接手盐铁转运使司。好，黑牛你去叫赵岩，美婷也随行。这盐铁衙门水深，没个懂行的，怕是要吃亏。王爷是怕我独自留在汝阳，搅风搅雨。我这是人尽其用，走吧，去看看是什么龙潭虎穴，能让朝廷派去的使者不到3个月就死得不明不白。盐铁转运使司衙门门口空无一人，大门紧闭。齐海几人带着朝廷官印来到门口。这衙门好重的阴气，不像衙门，倒像座坟。晦气，给俺开门！衙门里面的赵德汉听到动静，便走了出来。来者何人？转运使司重地，闲人免进。朝廷新任盐铁转运使汝阳王齐云。原来是齐王爷，小的赵德汉，是衙门书办，恭迎王爷，快请进，请进。主公，这地方不对劲，有股死人味儿。王爷，这看门的师爷练的是旁门采阴补阳的功夫，现在渗水已亏，离死不远了。这衙门还有这等奇人，倒是有趣。赵书办，前几任转运使都在何处办公？带我去看看。这王爷，前几位大人的官邸都不太吉利，不如小的给您安排新的院落。废什么话，带路。在赵德汉带领下，众人来到了前任转运使官邸，屋内桌椅倾倒，地上还有暗红色污渍。妈的，这是人住的地方！大人恕罪，前任刘大人就是在这里突发恶疾去世的。突发恶疾？什么恶疾？说是心绞痛。张美婷像是发现了什么，从桌角缝隙里捡起一小片干枯的黑色花瓣。王爷，您看这是黑心莲，只生长在极阴寒的毒爪之中，花香致幻，长久吸入便会心悸而亡，症状与心绞痛无异。赵师爷，这花也是刘大人自己带来的。王爷明鉴，小的不知，小的什么都不知道啊。这院子邪门，每一任大人住进来后，都会变得疑神疑鬼，最后都……王爷，您还是换个地方住吧。邪门，本王专治各种邪门。黑牛、关明，给我把这院子彻底搜一遍，掘地3尺，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邪门的东西。是，属下这就去办。李黑牛、关明2人立刻动手，翻箱倒柜。这毒如何下？简单，混在熏香里，
或是涂在书信、公文上，触碰后无形中吸入，下毒之人，必是能时常接近他们的人。赵师爷，你在这衙门待了多久了？12年了，伺候过4任大人。哦，那你命挺硬啊！主公，地板下有东西。地板下是一个密封的陶罐，打开罐口，里面是满满一罐黑心莲花瓣。主公，我从床板夹层里找到了香炉，香炉里还有没烧完的香，味道跟那花一样。赵师爷，12年4任大人，是你自己说，还是我让你尝尝这黑心莲的滋味？王爷饶命，饶命啊！是曹帮的贺天彪逼我干的，我不干他们就要杀我全家啊！前任大人们都想整顿盐务，触犯了曹帮的利益，他们就让我下毒，制造暴病身亡的假象。曹帮贺天彪？是的，王爷，这府城的私盐买卖全是贺老大把控，他手眼通天，连京城里都有靠山。王爷，我也是被逼无奈，压下去，严加看管。赵德汉被李黑牛像死狗一样被拖走。主公，俺这就带兵去平了那曹帮老巢。不急，杀一个贺天彪容易，但他背后的靠山是谁？京城里是谁在给他撑腰，让他敢连续谋杀朝廷命官？这曹帮不过是摆在明面上的一条狗。赵岩，你去查查账目，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王爷英明，这里的水比想的更深。贺天彪一个江湖头子，未必能弄到这么多罕见的黑心莲。美婷，你可是邪教教主，可知道这毒物的具体来源？此物阴毒，培育极难，中原罕见。据我所知，唯有苗疆五毒椒才可能大量持有。奇怪，我怎么会告诉他这些？齐海这人真神秘，我要把你的秘密全部挖出来。五毒教有意思，看来这盐铁转运使的位子就是个完美的钓饵啊！主公，查到了，这3年来，曹帮贺天彪通过私盐勒索商船，获利至少1000万两白银，但其中大半都通过不同渠道源源不断送往京城。送往京城，具体送给谁？账目做得极其隐蔽，但有几笔巨款最终都指向一个地方宫内采买司。好一个魏三宝，好一个曹帮，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我这新任转运使可是要彻底端掉他们的饭碗，怕是大皇子该对我下手了。这也是你们想要的吧？王爷说笑了，想要这惊人的财富，肯定要承担一点代价了。谁敢对主公下手，我就将他剁碎喂鱼。通知下去，3日后，本王要在转运使衙门设宴款待本地盐商、曹帮头目以及所有相关官吏。主公，这岂不是把自己当成靶子？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关明，你负责布防，明松暗紧。黑牛，你带人盯死曹帮的一举一动。美婷，王爷放心，下毒这种班门弄斧的把戏，有我在这，无人能伤您分毫。正好，我也很想会会，是谁在供应这黑心莲？这一次，我们要连根拔起，看看这盘根错节的毒网到底能牵出多少条大鱼。齐海设下鸿门宴，将曹帮一举拿下。谁知曹玉血雨刚歇，京师腥风又起，大皇子勾结外族，二皇子藏于幕后，这一局究竟何人能赢？最先楼内，齐海端坐主位，左侧是捧着账本的赵岩，右侧是腰间别着刀的关明。本地盐商、曹帮头目及官吏都到齐了。今日诸位赏光，是我齐某人的荣幸。朝廷派我总督盐铁，旨在畅通漕运，惠及商民。往后还需倚仗各位鼎力相助。这第一杯酒，敬各位。敬齐大人，往后全凭大人做主。大人年轻有为，有您坐镇，我等终于有了主心骨。这漕运畅通了，咱们的生意才能做得更大，不是？大人说的是，只是这漕运之事错综复杂，非一日之功，还需从长计议。不知大人具体有何章程？章程简单，以往如何，本官不管。从今日起，所有盐引、漕运文书均需本官核准，一切收支皆入转运使司公账。私相授受、夹带勒索之举，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台下瞬间安静下来，众人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大人，这恐怕不合规矩吧？曹帮兄弟众多，也要吃饭。以往与各位大人可不是这般合作的。合作到连续4任转运使都突发恶疾暴毙。贺帮主，这合作代价未免太大了些。大人，此话何意？诸位大人的不幸与我曹帮何干？怎么？你想要造反不成？周围黑甲卫手已按上刀柄，贺天彪瞬间认锁。赵书办，卧部罪犯赵德汉已供认不讳，他是受你指使，用黑心莲毒害了前几任大人。贺帮主需要本官传他上来与你对峙吗？那是他污蔑，定是屈打成招。污蔑？
那你曹帮账目上每年流入京城宫内采买司的巨款也是污蔑。贺天彪，你背后的人保不了你了。动手！酒楼两侧厢房冲出数十名手持利刃的曹帮悍匪，直扑齐海而来。保护主公，黑甲卫迎敌。赵岩护着齐海后退几步，李飞牛挡在前方，一拳就将冲在最前面的匪徒砸飞出去。就这点手段，贺天彪，你太让我失望了。齐海，你找死！给我杀了他！数名宾客突然发难，秀中毒针直射齐海，毒针飞到半途纷纷坠地。张美婷从帷幕后走出，毒针真是上不得台面的玩意儿。张美婷随手一甩，那几名发射暗器的刺客便惨叫一声，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手法，你是无声门的人，你们竟帮着他。现在我可是齐王爷的人，贺帮主，你的戏唱完了。黑甲卫精锐无比，关明和李飞牛更是勇不可挡。曹帮的乌合之众很快被砍瓜切菜般放倒。贺天彪见大势已去，想要逃跑，却被齐海一枪打到腿上，被关明擒下，将他关起来，严加审讯。我要知道所有细节，尤其是京城那边的每一个名字。是，属下这就去办。还有谁觉得本官的章程不合规矩？我等谨遵大人号令，绝无二心。很好，赵岩，即日起由你暂代衙门事务，重新核发严引，清理账目。凡以往与曹帮勾结、欺行霸市者，主动交代，上缴非法所得，本官可从轻发落。若心存侥幸，隐瞒不报，贺天彪就是下场。遵命。有了这么一出杀鸡儆猴，其他人都不敢再搞什么小动作。齐海便带着张美婷等人离开醉仙楼。在回去途中，齐海则是在思考着接下来的打算。看来这魏三宝和大皇子是铁了心要给我下马威，可惜派来的狗不够凶。贺天彪不过是个傀儡，真正的毒蛇藏在暗处，还没有出现呢。能弄到黑心莲，绝非寻常势力。五毒教和你们无声门他们有来往吗？道不同，无声门只在传教敛财，五毒教则偏安苗疆，极少涉足中原，更擅长用毒和蛊术，神秘得很。他们若真插手，王爷还需万分小心。苗疆，看来这盘棋比我想的更大，无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美婷，这次你立功了，想要什么奖赏？那王爷打算如何奖赏妾身？奖赏？赏你做王妃如何？正好，本王就喜欢你这种烈马。王爷就会说笑，只要王爷祝二殿下登上95之位，人家就是王爷的。主公到了。另外，顾先生回来了，正在书房等候。齐王府书房，齐海坐在桌前，张美婷站在齐海身边，顾怀瑾与关明在齐海前行礼。主公，您让我查探的边军和苗疆消息有眉目了，是否让张姑娘回避一下？不用，以后张姑娘也算我们自己人，不用藏着掖着。边境却有几股部队异常调动，看似寻常换防，但路线蹊跷，最终都消失在前往南疆的密林中，不向朝廷做派。至于苗疆，近半年却有商队出入，似乎与京城某些人有秘密往来，线索隐约指向大皇子府。果然是他，他这算是走了步臭棋，竟然勾结外族，这么重要的情报，二皇子怕是早就知道了吧？我无声门只是二皇子手下的狗而已，主人要做什么，我们这些奴才可不敢问。哼，不就是想让我帮你们除掉大皇子的羽翼吗？算计到我头上来了。怀瑾，继续查，我要确凿证据。另外，加大力度训练新军，装备要最好的，钱不是问题。是，我这就去办。关明，黑甲卫扩编，按我之前给你的特种部队标准训练，山地、丛林作战都要精通，或许很快就要用上了。俺早就想练一支真正的精兵了，主公放心。我给你一个选择，是继续做二皇子的狗，还是为我做事情？王爷真敢用我？有何不敢？我用人从不在乎出身。那小女子以后就是王爷的人了，这齐云气魄果然不凡，有点心动了呀。不过想让我成为你的属下，还得看看你的本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要组建一支只属于我的暗影，专门收集情报和处理见不得光的事情。你牵头。好，人我有，但代价可不小。只要王爷舍得砸钱，我帮你成立起最强的情报组织。还好有京城福在，要不这妮子我还真不敢用。需要什么直接找顾怀瑾，你放心跟着我，可比你跟着二皇子强多了。王爷似乎总是能给人惊喜呢。好吧，此事我做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大皇子、二皇子、魏烟狗、曹帮、苗疆五毒教，这潭水越来越浑了。管他谁来，咱们兵强马壮，直接碾压过去。没错，风浪越大，鱼越贵。他们想玩，本王就陪他们玩把大的，看看最后是谁吃了谁。
皇宫金銮殿，二皇子捧木匣出列上奏。父皇，儿臣有本奏，魏三宝私挪国库，暗扬死事，更以宫内采买私为掩饰，将银两输往曹邦，谋害4任转运使，人证物证俱在，请父皇明断。内侍太监捧木匣来到皇上身边，皇上扫了一眼木匣内，露出厚厚账册。魏三宝，朕待你不薄，你竟敢如此，你还有什么说的？老奴冤枉，老奴冤枉啊！皇上，此事定是有人栽赃嫁祸啊！皇上，此事事关重大，请皇上批准我大理寺进行审理。皇上，臣以为此等案件应当三司会审，万不可草草审理。传旨，此案由刑部、大理寺、督察院共同审理。殿内鸦雀无声，二皇子低头，嘴角露出笑意。御书房，皇上一脸阴郁地看着密报。丞相诸葛青跪在地上，陛下，国不可一日无处。二皇子机敏，大皇子稳重，请早定太子，以安朝野。丞相，朕知你忠心，可朕还在，他们便斗成这般，若立太子，只怕斗得更狠。陛下，臣夜观天象，荧惑守心，南北兵器交冲，再不定处，江山恐有秋须之祸。此事事关重大，你让朕再想想，再想想。臣告退。丞相府密室，诸葛青秘密接见大王。老师深夜召我，不知何意？殿下，臣愿押上全族性命，助你夺储。只有一个条件，登基之后永不加税。天下大旱，百姓已经经不起重压了。老师若肯相服，姑是以山河为证，我登基后必定永不加税。好，我知你可以调动南蛮与苗疆军队。老师，我做的如此隐蔽，您怎么会知道？你不用解释，别以为你做的有多隐蔽，朝中有点手段的人都能知道。二皇子竟然与齐云合作，当真是不知死活。齐云此人狼子野心，事后必然颠覆朝纲。现在最主要的是除掉齐云。老师可能不知，前几日魏公公已经派遣一队2流高手刺杀齐云，可是那群高手竟然全灭。此时齐云势力已成，怕是难以刺杀。想要杀他简单，只用3步：第一，调动南蛮与苗疆大军进攻汝阳；第二，老臣以密选调2000破甲弩手，皆以内力开弓，500步可穿3重铁甲，待其海东征，余应筹峡设伏，必能一击必杀。2000内力弓弩，老师竟然还有这等底牌！这支军队是先皇留下保护皇室的，我已经将他们游说成功，以后他们就是大皇子您的人了。第三，须派心腹之人挟持燕谷潜入汝阳，先让齐海军中自乱，此人必须生面孔，且与邪教有救。密室阴影里，一名年轻女子走出。大皇子，五毒教前任圣女阿蛮，愿助殿下一臂之力。汝阳王府，齐海坐在桌案前，张美婷站在一旁，汇报着刚得到的线报。京师线报，魏嫣已被关入大牢，二皇子当庭发难，大皇子却连夜出京，说是巡视边防，实则去了丞相府。2只老虎终于撕破脸，现在有好戏看了。王爷还有心思笑，我手下密探送来一份大礼。大礼！张美婷掏出信件，递给齐海。美婷，这赤焰蛊究竟是何物？此虫也是灵异，通体赤红有其毒，进入人体内后不能见光，见光后中蛊之人将会身体自燃，所以取名赤焰蛊。天下竟然还有如此奇虫，不知可有克制之法？很简单啊，不见光不就好了。说正事呢，究竟有没有解药？王爷，解药好配，此虫极其厌恶至阳之物，只要随身携带朱砂、雄黄等物，此蛊便进不了身。最关键的还是那诸葛老儿，若他真倒向大皇子，你面对的可就是半个朝廷加整个南荒。那就让他们都来，我现在兵强马壮，他们来多少，我杀多少。御书房，诸葛青跪在地上，皇帝则是在大发雷霆。诸葛青，你真以为朕老糊涂了？你竟把那支部队也交出去了？你可知那是先皇留给朕的最后一张底牌？臣知，可若不先除齐云，连大钱都没有了，要这底牌何用？你这是在逼朕禅让？臣不敢，臣只想逼殿下活。陛下若再犹豫，明日早朝，二皇子就会递上大皇子勾结南蛮的折子，大皇子也会递上二皇子私通邪教的反折。到时候百官站队，京城血流成河，陛下想保谁都保不住。你以为朕真的看不出？朕只是舍不得2个儿子，一个像朕年轻时，一个像先皇后。朕一闭眼就看见他们小时候在御花园里抢纸鸢。陛下，纸鸢线已断，您再不舍，他们也要互相撕碎。为今之计，只有先让一位意外升天，另一位才能名正言顺的安坐东宫，也才能把天下人的眼睛从夺嫡2个字上挪开。你要哪一位意外？臣不选，臣只不朕，谁去谁留，看天命。天命？朕的天命就是看着儿子们去死。陛下自古做天子的，先丧妻，再丧子，最后丧己。您若不肯丧子，
就只能丧江山。好，朕准。可朕要齐海一个人头足矣，不许动汝阳百姓。臣遵旨。主公，边境密报，南蛮与苗疆联军已秘密集结，约5万人，正朝汝阳方向移动。5万人，看来诸葛青是把压箱底的筹码都推出来了。怀瑾，新军训练如何？一按主公要求，精选3000人，日夜操练山地丛林战法，装备皆是精铁重甲，强攻劲弩。只是时间太短，恐难成精锐。无妨，打仗靠的不是人多，是脑子。关明，主公，俺在。带你的人连夜出发，潜入鹰愁峡，不必带重甲，只带轻弩，火油半锁。我要那2000弩手，还没见到我的面，就先死一半。嘿嘿，埋伏人这事儿俺最拿手，主公放心，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王爷，暗影收到信息，五毒教前任圣女阿蛮今早入城，扮作卖绣品的苗女，住进了城东的悦来客栈。王爷，要现在动手吗？不必打草惊蛇，他不是要来下蛊吗？让他下。赵岩，你带人以清查曹帮余孽为名，将城内所有朱砂、雄黄全部收购，暗中分发至军营与王府，每人随身携带。是，我这就去办。王爷这是要断那赤焰谷的生路啊！此人美婷，你可要看好了，别让他逃了。怀瑾，传令下去，3日后本王要亲率新军出征南蛮。主公，此时出征，岂非正中诸葛青下怀？鹰愁峡必有埋伏。他知道我要去，我知道他在那。这一局赌的是谁藏得深，谁出手狠。怀瑾，你留守汝阳，城内若有异动，先斩后奏。遵命。与南蛮大战在即，五毒教圣女竟然主动来投，用鹰愁峡中2000伏兵当作投名状，只为亲手杀死二皇子。而此时皇城之中也发生巨变，二皇子竟然弑兄逼父坐上皇位，这天下究竟谁主臣服？鹰愁峡前临时营帐，齐海独坐在营帐，张美婷走了进来。王爷，阿蛮通过监视他的密探找到了我，说他愿反水，但提了2个条件。哦，说来听听。第一，二皇子的人头要留给他亲手割。第二，五毒教旧部300口，他要全部带走。胃口倒是不小，告诉他将投靠我，将赤焰谷的母虫送来，我要活的。母虫一现，他可就半点退路都没了。本王从不给人留退路，他既然要投奔我，让他交投名状，让他去协助关明，先将那2000弓弩手解决。鹰愁峡峡谷顶部，几名将领正在这里商量着接下来的打算。本次任务大家也都知道了，为了江山社稷，齐云此人必须死。大人凭借咱们几人的实力，直接冲营将那逆贼射杀便是，何必在此等待时机？胡闹！此人的情报你没看吗？此人有一武器，诡异的很，连20万大军都被其正面击溃。你想让兄弟们跟你送命不成？此等情报一看就是以讹传讹，如果真有此等神器，此人早就杀上京城了。我看就是那群溃军找的借口。此事休要再提，依照计划行事。记住，只射咽喉与面门，一弩不中，第2弩补射。攻城之后，每人赏金1000两，封千户。你不是说你会蛊术吗？山顶的2000人一点警惕心都没有，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你能解决不？区区2000人，看将军是要活口还是尸体了？主公交代，这些人都是皇室的死忠，全杀了就行。世人皆以为赤焰谷强悍，却不知我五毒教最强的毒虫可是这毒蜂。阿蛮从怀中拿出一个装着蜂王的小罐子，当蜂王飞出去之后，无数马蜂跟着飞向雅典。我可听说那2000人可都是有内力的高手，你这马蜂真的行？有内力又如何？就算一流高手，遇到我的蜂群也得逃命。在这悬崖之上，我看他们怎么逃。不多时，悬崖上传来痛苦的哀嚎。1个时辰后，蜂王返回阿蛮手中。鹰愁峡前临时营帐，齐海与赵岩正在帐内观看地图，关明直接冲了进来。主公，你是不知道，那个阿蛮诡异的很，那2000人死的那叫一个惨。怎么诡异？详细说说。他就从怀中掏出一只这么大的马蜂，不一会就飞来了无数的马蜂，活活把那2000人盯死了。我以为如何呢？多少年了还用这种老掉牙的东西，此次是他占据了地利，换个地方他能杀200就是极限。张教主说的是，我这雕虫小技也就只能唬唬人。你这投名状我收下了，不过我很好奇，你跟二皇子有何仇怨，竟然要杀他？年轻时不懂事，来大秦游历，被他骗了身子，还将我五毒教圣骗走，害得我被逐出师门。要不是我还有点作用，被丞相悄悄救走，此时我怕是已经死在牢中。
大人，前线急报，南蛮与苗疆10万大军已在鹰愁峡后会合。区10万大军就敢来犯，看来上次的教训还没打醒他们。赵岩，此战由你担任主帅，我不会出手，就当锻炼新兵了。主公放心，此战我必将来犯之敌全部剿灭。皇宫玄武门，二皇子披银甲站在玄武门下，前方是皇城禁军统领司徒俊。殿下真的要调禁军围攻，可是您这样做名分不正啊！父皇密诏在此，大皇子勾结南蛮，朕若不测，即命二皇子摄政，便宜行事。此诏书可真？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魏三宝已倒，大皇子在京中无人可用，我皇室的秘密部队远在鹰愁峡，此刻皇城只剩你手下这5万禁军，我只问你一遍，你跟不跟我？愿随殿下亲军策。入宫后闭九门，撤换轮值，你先去将我那好大哥杀了，我带人去见我父皇。属下明白。鹰愁峡前临时营帐，齐海与张美婷、阿蛮3人在营帐中等待着前线消息。前线急报，南蛮大军已与我方大军正面碰撞，赵主帅使用火牛阵将敌方阵营冲散，关将军与李将军率领骑兵从两侧横穿战场，敌人一触即溃。哈哈哈，不枉我投入这么多钱，你先下去再探。王爷，那蛮族大军可是少有的精锐，竟然一触即溃，有此等大军在手，这天下早晚是王爷的。此战必将载入史册，有此大军，这天下谁人能挡？信鸽飞入大帐，张美婷拿到了一封信件。王爷，经理最新消息，二皇子率禁军夺宫，大皇子被杀，诸葛青已被关入大牢。此等卑鄙小人，竟敢弑兄逼父！无妨，他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久了。此事也未必是坏事，他篡位越级，天下越乱，我们可用秦王的名义杀入皇城。二皇子登基，第一道圣旨必是稳住你，他能调动的无非是手下5万禁军。不过以二皇子的性格，他事后肯定会以讨逆贼的名义，召集边疆50万大军对付王爷。你可是二皇子的人，你回去后，他不得封你做个贵妃？王爷就会说笑，人家早就是你的人了。我们现在就该以清君侧，就陛下之名入京，名正言顺的让二皇子变成反贼，事后自己当皇帝。知我者美婷也。来人通知赵主帅，尽快解决战斗。王爷若登基，可别忘了封我做贵妃，皇后位置我可不敢和思思姐抢。准了。皇宫地牢，二皇子走进牢房里，诸葛青盘坐在地上。殿下终于来了，比我算的晚2日。老师算进机关，可算到自己会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算到了，也算到殿下会来，只是没想到殿下会先杀大皇子，再来看我。老师教过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来是想问你，为何选我大哥而不选我？我从未放弃过殿下，是殿下不信我啊。老师怎么开始胡言乱语了？不是老师您先找的大哥吗？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活命。现在多说无益，殿下，老臣最后给您一个忠告，小心齐云。齐云再强，也不过一介藩王，手上有兵，却无名分。我坐拥皇城，禁军5万，边疆50万，即日奉诏，他敢反？据我推算，那南蛮10万大军，不出3日便可全灭。你以为我之前为何让皇帝出兵剿灭他？我曾派人观察过他的练兵之法，可谓神乎其神。殿下可曾见过动作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强军？现在一切都晚了。不可能，世上哪会有如此军队？老师，事到如今我该怎么办？你大哥死前还有机会，现在一切都晚了。我不信，老师既然不愿助我，那我就自己杀出一条血路。齐海大军一炮震碎30万秦王军，司徒俊为了活命擒下二皇子献给齐海，阿蛮成功手刃仇敌，齐海建立大汉王朝，大赦天下，从此天下归心。汝阳王府正堂，齐海坐在主位，麾下全部将领分坐两侧。主公，此战过后，我方还有8万精兵，其余2万带伤无法发挥全力。兵贵神速，8万足矣，不给他们集结的时间。30万秦王军看似吓人，实则分属3阵，各怀鬼胎。臣已派人携重金与密信连夜南下，最迟明日，3阵主将就会互相怀疑。末将请命为前锋，直插潼关，为主公扫平。此事不急，汝阳还得留下1队人马，别被偷家了。就是这守家人选不好定啊。任思思从外进入正堂，有什么不好选的？王爷带人出征便是，我带领伤兵守城便是。可是思思你，王爷，我也想为你多做些事情，你们去建功立业吧，我帮你们守好家门。主公，此事就听王妃的吧。刘家的2万人虽有伤，但是守城还是不在话下。
而且汝阳民心可用，这段时间王爷的恩惠百姓可都记得呢。若有人来犯，全民皆兵。好，此事就依你。不过有危险，保命为主。这城就算没了，我也能再打下来。我知道了。美婷，你带暗影去把潼关守军的眷属名册抄一份，再给他们每人送一句口信：降者免死，抗者族诛。我要他们明晚之前自己乱起来。王爷，这活儿我熟，明天潼关守军必定大乱。关明火炮你已经会用了，明日由你掌控火炮，若遇反抗，给我轰！主公的神器，我早就想在战场上试试了。主公放心，此战必胜。好，明日寅时全军开拔。此行我只要一个结果，天下改姓齐。潼关外，秦王军中军大帐，3镇总兵互相瞪眼。刘总兵，你部为何后撤30里？老子粮草被烧，不撤等死，定是你王总兵暗通其贼。放屁！老子儿子还在京里，我通个屁！都住嘴！那姓齐的反贼就要来了，你们还吵个没完！话音未落，帐外轰隆一声巨响，一名小兵慌慌张张冲进来。报，齐军使用妖法，天降神雷，将我大军旗帜轰没了。3人脸色齐变，还未开口，1、2声炮响又至，整个中军大帐都震动起来。快整军应战！当日，秦王军大营火头四起，刘总兵直接带着部下弃甲而逃，李总兵带人负隅顽抗，直接被灭。王总兵直接投降，被齐军驱使的进攻皇城。皇城，二皇子披甲登楼，看着城下的大军，身体微微发颤。司徒将军还能战吗？殿下，我这5万禁军，你还不知道吗？基本上一半都是关系户，你让他们玩命守城，他们怕是直接献城立功。可是朕降不了啊！二皇子，给你10息时间打开城门，我留你全尸。殿下，对不住了。司徒俊为了保命，押送着二皇子走出城门，压着二皇子下跪。齐云，不，齐王殿下，此人是兄逼父，天理难容。我等卧薪尝胆数日，可算等到大人来解救王城了。看在你将美婷送给我的份上，我答应你一个条件。哈哈哈，成王败寇罢了，我要你不杀我，你能做到？此人你可还记得？阿蛮手持利刃，走到了二皇子身边。阿蛮，你还没死？不可能，我明明亲眼见到你的尸体。当年多亏诸葛丞相相救，没想到吧？你还有跪在我面前的一天。既然如此，我要司徒俊这叛徒陪我一起死。此事我同意了，阿蛮动手吧。阿蛮手刀光一闪，二皇子与司徒俊缓缓倒下。入宫，天安民告示，擅杀百姓者斩。皇宫金銮殿，齐海坐在龙椅上，张美婷站在他身边，其余手下站在殿中前列，百官站在后面。赵岩，臣在。你诏大前王新朝约翰下令大赦天下，农税减半，新增商税，官吏留任者3品以上重审，以下原职不动。臣遵旨。美婷，念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封顾怀瑾丞相，总管一切内务事宜；封赵岩为户部尚书，总管一切财务；封关明为兵部尚书，掌管天下兵马；封李黑牛为镇北将军，协助关明统辖全军。这上面没有你，你竟然不生气？王爷不，陛下，以陛下的性格，怎么可能亏待我？还是骗不了你。成立锦衣卫，由张美婷做统领。锦衣卫的功能就一个，帮朕收集天下情报，监察百官。顾怀瑾，我让你做的计划完成了吗？回陛下，第一个5年计划已经制定完成。1. 发放粮种，开垦荒田。2. 立群英院，召天下奇技异能者，不计出身。3. 改军制，整治军队，所有在外将领陆续返京接受培训。4. 以工代赈，废人头税，按亩累进，商税实取其一，海贸由国家掌控，严禁私税。可再补一条，开设学堂，我要让这天下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经宿主成功占领大前，奖励声望100万，正在开启群英召唤功能。丁，群英召唤功能开启成功，消耗声望值可抽取文500关，具体功能由宿主自行探索。系统你个坑货，我都当皇帝了，这么重要的功能你怎么才开启？系统声望给我全抽了。1个月后，御书房，顾怀瑾与张美婷走了进来。陛下，您发的招贤令可真管用，来了10几个奇人。这不正说明我是天命所归？不过这几人都太自大了，一个叫做霍去病的，上来就要3万军队，说是要替陛下扫平异族；还有一人叫做张衡的，更是直接表明自己什么都会，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自信。丞相，你觉得这2人如何？前几日我见过张衡，的确有经世之才。那霍去病听关尚书说，也是一员猛将啊。
除了打仗，其余事项他们想做什么就让他们做，全力支持。如今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再过10年，我要让这个世界插满汉旗！哈哈哈哈哈哈！